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未来90天内会有什么样子惊喜的转变发生在你们的生命中呢？那首先呢，我们会帮大家来看一下整体的能量。接下来我们分别会从生活、事业、学业还有财富、感情这4个面向分别帮大家看一下这个细项哦。那今天的视频呢，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哦。然后今天呢，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可能并不是说每一个细节都会对应到所有的方面哦，大家就取其跟你有感应、有对应的部分来听就好了。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帮第一组的朋友们抽一下这个月亮显化神谕卡，来看一下。好，未来90天内，我们整体的一个能量是什么？宇宙要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我们抽到的是这张月亮在天蝎座，那它是说要深入的去探寻。我觉得这张牌是有一个非常棒的能量，在于说呢，也许第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一直想要知道某一个问题的答案，或者是说你们一直紧抓着某一个执念，或者是说有一个遗憾，一直在探问说，为什么感情会发生了一些事情？为什么不如我的预期？在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那这一张牌其实有一种重新控制的感觉。就是过往你生命中在感情上一直想要去寻找的那个答案，或者是说你一直想要去抓住的某一个局面，或者是说心中对于某一件事情的恐惧，我看到这张牌的出现其实那些问题、那些担忧都已经渐渐的过去。我看见你们接下来将会有像魔术师一样的能量你们可以去看清楚问题的局面，你们可以看清楚你所在的位置也因为你们的这个觉察跟洞见，我觉得过去那些会让你恐惧的事情，会让你担忧的事情，以及你一直想不明白的事情，当你去更清晰的深入探寻之后，你们就好像有这种灵光一现，想清楚了，得到一个解答了。既然你得到了那个解答之后，我觉得你们就不会再紧紧抓住过去一个执念、遗憾不放。相反的，这边有一个很舒展、很舒心、很自由的一个能量，在深入探寻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大的自由。那这个深入探寻之前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经历一段比较像隧道一样的时光你们可能会有一段蛰伏期，然后会将生命中、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去敲碎、去瓦解，因为你们要建立一个新的结构体，因为你们要去蜕变，因为你们要去焕然一新。我觉得你们得到你们想要找到的那个答案之后，很多时候你们会对生命中的这个现况，你会想要去改变，你会想要去突破，因此那个就是一个瓦解的时机，那个就是一个崩塌的时机。虽然是瓦解，是崩塌，是很多事情在好像变动，会有一些波动，但是我觉得你们内心是定的，你们内心是安定的，因为你们会看见这些掉落的东西是你不需要的，你们会清理掉这样子的能量，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你们内心的坚定跟坚强是很重要的，因为接下来我看见你们会用你们的魔法去清除旧有的不好的能量，来加深你们自己的一个显化的能力。你们的生命正在重生，因为你们去深入探寻，去直指那个核心的答案，因为你们有这个觉察，因为你们愿意去重新掌控你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很多奇迹正在发生。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张牌，好，这一张牌呢，针对这个亲密关系，针对特别是这种鱼水之欢，就是床上的这些事情，这一张牌是一个很好的征兆，我觉得它有一种，如果你们现在有伴侣，或是说你们有这种在来往的对象的话，这张牌有一种你可以进入到对方的身心灵，达成一个合一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跟你的这个伴侣达成一个深入的交流，而且这有一点像是
你们因为肉体上的结合，而有一种更加的能够去怎么说呢？就是用肉体来沟通的感觉。有些时候不需要去用言语，透过这个身体的一些行动、一些拥抱、一些接触，我觉得你们其实能够更触碰到对方深处的那个灵魂，对方也可以更加的去了解你。我觉得你们会透过一些真正的肢体接触，达成那一种很深层的一个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一张牌好，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上，在这种性事上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征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牌哦。好，接下来我们再用雷诺曼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整体能量讯息哦。第一组的朋友，好，7号牌、5号牌、22号牌，看一下这3张牌。好，首先呢，第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蛇哦。那蛇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有一点像是麻烦的事物，但是它会被解决。像是什么样子麻烦的事物呢？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出现在你们生命周遭中个性比较复杂的人，也许是双面人，你可能过去吃了他的亏，或者是说呢，这种有一个这种一个女性的能量比较难处理的女性的能量，也许是如果你们有婚姻的话，是一个这种前妻，或者是说呢前女友，或者是说如果你们已经在一段婚姻中，她可能是你的婆婆，或者是说就是家族中的一个女性的某一个女性的那个能量，然后她的个性是比较复杂的，比较难以处理的，也许也可能是一个女性的上司或是女性的同事。那我觉得这边呢出现这一张牌，它其实是带有一些挑战性，带有一些复杂性的，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因为我看见你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弹性、有创意的方式来面对这样子的人。那蛇这边呢也代表着内心的欲望，就是你们去怎么说？你们想要去得到什么的那个心情哦？如果你们有想要去得到的这种心情，特别是说在感情上这样子的心情，我觉得你们可以去顺流，就是顺着你们的心去走，你们不要去害怕一些不好的结果。我觉得这张牌其实要告诉大家，虽然生命中可能出现一些麻烦、一些障碍、一些也许你过去觉得是一些不诚实、不值得信任，或是说有一些背叛的事情发生，可是这一张牌也透露出这些事情它会有一个弹性。也许那些不好的能量、那些人事物还在，可是因为你们本身有智慧，那个智慧会使你可以去更好的应对。而且我觉得你们本身有一个想要通往好的结果的那个单纯的心态，那个善心会让事情有所转换。好，第二张牌是5号牌。5号牌呢是一棵树，这棵树呢它非常的就是生长的非常的健康，然后顶天立地，它长得非常的高，它很苍翠，它很绿，而且它很强壮。出现在这边呢，我觉得未来90天内，它代表的是一个你们身心灵整体的一个状况。我看见的是，其实你们可以多多去接触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对你们来说是好的。你们可以让自己沐浴在这种大自然的能量中，接触一些自然的这种绿色的花草植物等等的。我觉得你们会在未来90天内得到一个内心上的平衡，就是这个心情，我觉得你们的内在并不是一个大爆发的能量，相反的，它是一个持续在成长，然后它是缓慢，但是它会长得很，就是把地基打得非常的好。有一些事情它是需要耐心等待去看见结果，就像
一棵树它从种子要长成这个参天大树，它是需要时间的。宇宙在提醒你们，你们在生命中期盼的一些事情啊，不管是一个成绩、一个业绩，或者是说一个感情的一个对的人、一个答案，它是需要时间的。在那个对的时间点发生之前，我看见你们是在打地基的，你们是在将你们的生命好像活得更加坚韧，你们会更加的用你的方式屹立不摇的站立在这个世界上。而且这棵树它有一个在天地之间很和谐的能量哦。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你们本身的这个灵魂啊，是跟这个宇宙跟大自然有很深层次的连结。这张牌也代表着我觉得未来90天内身心灵的那个平衡，那个健康的状态是大家可以去关照的。对，身心灵的平衡会带来，怎么说，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会往外扩散。它就像是一个内核一样，它宇宙提醒大家要先去照顾你们的身心灵，让你们的身心灵达成一个平衡。健康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你们过去啊有一些伤痛的那些课题，有一些就是感情上的一些创伤需要去处理的话，我看见你们也会慢慢的复原。虽然这个过程的进展没有你想象中的好像很快，就是可能哭过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是多哭几次还是会好的。而且随着时间，它一定会你一定会越来越看见你的生活越来越明朗。那这个并不是因为时间治愈了你，相反的是这一段时间内你们所做的那个事情治愈了你。我觉得未来90天内，它是一个很适合去跟自我对话以及做一些灵性探索的一个时期哦。好，接下来呢，22号牌它讲的是一个分叉路口。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在未来90天内，你们可能会面临一些在工作上要不要转换职业，要不要去建立自己的一个自媒体，或是说你要不要去接受一个 offer， 你要不要去接下一个任务，要不要去展开一个合作等等的，你们可能会有一些选择，或者说在感情上你要继续一段关系，你要放弃一段关系，或者是说你跟这个人要不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看见你们有一些选择，那不要害怕这些选择，因为有选择代表是好的啊，代表我觉得他的这个选择，你们主动去选择，你们有自由意识可以去选择，你们并不是被动的被别人挑选。这张牌有主动的能量，虽然你们有的时候我看见你们有可能会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有一些不确定性，你可能会往前走到这个十字路口，然后又退回来，你又觉得你需要想一想，你需要再次去确认你要走的路之后再出发。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你们可以凭着你们内心的直觉去做选择。这张牌的选择也代表了很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见那样子的机会，你们可以去把握住这样子的机会。同时啊，你们也可能在生活中，在事业上，你们会面临那种需要多工处理，就是同时要进行很多事情的，就是同时要接下很多任务，或是说同时要进行很多事情的情况。那在这个时候啊，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你们要怎么样去排那个优先顺序也是一个选择哦。这张牌这个选择的意思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机会，而且你们是有自由意志主动的去选择，很棒的一个能量。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整体的能量讯息哦，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吗？ Elder of Wands， 力量牌，还有战车牌，哇哦，这3张牌。首先呢，我们看到 Elder of Wands 这个火的能量哦。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未来90天内哦，就是不管是你们的这个精神上，或者是说你们想要冲刺的那个事业啊，我觉得都有一个火力全开的感觉哦，就是
刚刚说过，你们的身心灵达到一个觉察，达到一个平衡之后，很多事情哦，过去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因为你的心态转换，过去的恐惧都不再是恐惧。再接下来我们抽到的，其实这3张牌都非常的有干劲。那Elder of Wands， 我觉得你过去啊，可能有一些担忧的事情，或是说有一些事情让你裹足不前，想做又不敢做。那接下来这90天内，你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试着尝试看看，去做你心中所想要做的事情。那如果有想要联系的对象，你就好好的去联系，好好的去沟通，不要有太多负面的想法去束缚自己哦。那我觉得你们过去啊，那些比较伤心、比较难过、比较低潮的那个状态，真的都已经慢慢的疗愈好，慢慢的过去了。我看见你们未来90天内的那个消极的情绪会越来越少，或者是说对于生活的这种躺平啊，这种倦怠的感觉会过去。我看到你们是这种好像充满干劲，想要去做很多事情，想要去写下很多目标，写下你的心愿清单，或者是你会想要去学习心里一直所想要去学习的一个新的技能，一个语言，或者是一个线上课程等等。在心态上，在情绪上，我觉得是一个蛮积极的，而且你们会实际的去行动。那这边呢，这个能量哦，他又告诉我说，当你们实际的去行动，实际的去执行之后啊，我觉得你们会发现其实越做越好，越走越顺，然后就会想说，我以前干嘛这么害怕，干嘛那么担心？其实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糟，其实我自己是有能力的，其实我是可以做得很好的。那这一张牌啊，它是一个蛮有自信心的牌哦，在这个自信心的这个火的这个红色的火蜥蜴啊，他拿着一根权杖，而且他把它拿得非常的好。他虽然只拿了一根权杖，但是上面开出来非常多漂亮的烟花，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要相信你自己内在的力量哦，你们是可以去克服难关的，你们是可以去好像去实现那个你本来以为你没有办法去达成的事情哦。这个东西啊，包含了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包含你的各方面哦。如果你过去不敢去接下一个任务，或者是说在感情中，你可能有一点害怕去把自己的心打开，去接触一个新的人，或者是说在感情上，如果你可能是比较被动的话，我觉得这张牌提醒我们，你不要让一些过去的框架，或者是说过去的那些概念去束缚自己吧。你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去期待，就是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对了，顺流，顺着你的心中，你的直觉当下的那个最想要做的事情，最想要连接的那个人。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力量牌。力量牌这边呢，它是指沙漠中开出了花，就是在沙漠中的仙人掌开出了花。那为什么在那么干枯的地方它能够开出花呢？因为仙人掌本身呢，它已经有未雨绸缪，它先储存了一些水分，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就是你们内心刚刚说过新月在天蝎座的深入探寻，以及这3张牌的提示，就是你们内心的那个功课是要先去做的。做好之后啊，其实就像是仙人掌中储存的那个水分、那个养分一样哦。你们接下来真的会有爆发的这个时期。力量牌呢，它在占星学上对应到的是狮子座。那狮子座呢，它非常的勇猛，但是呢，它仍然可以去被驯服。也就是说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去面对困难的阻碍，即使那个阻碍看起来就像很凶猛威武的狮子，好像它是可以称霸一时，你没有想到你可以去打败这样子的大魔王。可是其实
我觉得你们是有办法的，而且你们用的方法并不是硬碰硬。大家知道力量牌它有一个温柔的驯服的感觉，而且它是全力以赴、不屈不挠。当你们心中有这种温柔坚定的这种斗志的时候，其实你们能够去牵引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哦。那在感情中啊，我觉得它会有一种让我觉得它是可以去克服阻碍的，不管这个阻碍是远距离沟通不良，或者是说一些误会等等，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去克服的。那在这个健康上，我觉得力量牌它有一种，如果你的健康啊，现在有一些就是需要去治疗，或者是说比较没有那么顺利的，我觉得力量牌它也代表了你们有很大的程度是可以去完成你现在所承受的那个挑战的。而且力量牌之后啊，它的那个信心能够让你的内在是平衡，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因为心中长出了力量，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个焦躁、那个不安哦，都会淡去，都会淡化。因为狮子座本身是一个充满阳光能量的星座，它有一种好像唯我独尊的感觉。可能就是不管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不是那一种很外向，或者是说你是那种很闪耀，也许你们过去是比较低调，比较不喜欢太多人的场合，可是我觉得未来90天内你们有一种魅力会散发到各个角落，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属于你们的舞台出现了，而且你可以好好的去登台，好好的去展现，非常棒的一个能量。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战车牌。战车牌呢，在这边呢，这个战车啊，它代表的是说，过去在塔罗牌中一开始启程的那个愚人哦，走到了7号牌的战车，他已经慢慢的蜕变成一个比较成熟、比较有智慧的一个战士。那他在旅途中披荆斩棘，不断的去迈向他心中所追求的一个胜利哦。这张牌也有代表一个勇往直前的感觉，这3张牌都有这样子的力量。那战车呢，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它背后代表的是一个自律。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做事情哦，真的是有方法的，就是你想要完成一件事情，它是有方法的。你们可以把心中的那个大目标拆解成很多的小项目，然后每一天去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份。然后我相信透过这样子的自律，你们会达成你们心中的那一个目标，最终想要去的地方。另外啊，战车牌对应到的是巨蟹座，巨蟹座非常的重视感情，非常的重视家人，所以我觉得其实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给人的感觉大部分哦，可能还是外刚外柔内刚，就是你们外在不是这么的强势，不是这么的有侵略性，可是你们的内心其实很知道自己要守护的事情，守护的那个人事物，也许你守护的是你的自尊，也许你守护的是你的名誉，也许你守护的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一个就是金钱等等的。就是如果有人他踩到你的底线，去触碰到你，去伤害到你想要守护的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们就会像战车一样火力全开，把对方碾得连渣渣都不剩的感觉。那你们平常给人可能感觉不是这么的强势，不是这么的有侵略性，可是真的一旦踩到你们的底线，我觉得你们也不用再怕，没有再退让，就是立刻会反击哦。你们会用努力就是用各种方法去努力守护你心中真心所想要守护的那个人事物，或者是说就是想要守护你自己。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有这样子的力量爆发出来。那不管外在怎么样的辛苦，我觉得只要你们心中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小天地，或是说想要守护的人事物之后啊，对于战车牌，对于巨蟹座来说，其实那个就是一个
最安全的依靠，因为有这个后盾，所以出外怎么样子的打拼，怎么样子的辛苦，都是可以去忍耐，或者是说都是可以去克服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战车，因为这边是这个海的这个形象，然后旁边是很高的这个山脉，这种悬崖，所以我觉得这个战车它其实很厉害，可以上山下海。你们开的这辆战车应该是一个很豪华的这种休旅车，而且它还可以这种变形嘛，它也可以在不同的情势下，它可以是车，也可以是船我觉得这个战车牌很厉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有关于生活方面的，你们的生活方面，未来90天内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会有什么样子的转变呢？好，来问一下塔罗牌。第一组的朋友想要知道一下有关于生活方面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讯息哦。魔术师，好 ，Judgment 这个审判哦，权杖9，还有宝剑圣杯5。好，我觉得啊，在就是未来的90天内啊，其实你们心中会很渴望某一个平静的感觉。那你们的外在可能会去拼搏，去追求某一种事业的成长，或者是说个人的发展，或者是说学习哦，你们会去学不同的新的事物，或是去考试冲刺等等。但是我看见你们内心啊，在追求的是一个稳定、内在的智慧跟内在的富足哦。因为审判牌在这边呢，它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脱离了过去令你受苦的事物，得到了解脱，得到了一些蜕变。我觉得在生活上各方各面，在人际上，或者是说在感情上，你们呢会越来越迈向一个比较简单化的过程哦。也许你本来房间是比较杂乱的，你可能会想要去丢一些自己不需要的衣服，或者是说处理一些不看的书，或是一些杂物等等。你会想要让生活尽量的简单化，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烦恼复杂的人事物。同样的，我觉得在感情上也是，你们比较想要去追求一个可以让你有安全感、有信任感的感情，你不用因为这个人而七上八下，而提心吊胆。那我觉得你们会有耐心去倾听内心的声音，去释放一些，去除掉一些你不需要的旧有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困住你的信念，一些困难。而且啊，我觉得随着你这些整理，你将生活简单化之后呢，其实很多时候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会有一些你过去看不见的事物，看不见的宝物，因为你的这些整理，因为你的这些清理，它会让一些很珍贵但是过去被隐瞒的东西浮现上来哦。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去除了一些外在的负荷之后，你会看见真正需要去珍惜的事情。而权杖9啊，我也看见你们一旦前进了之后，其实你们就不大会去走回头路了，因为我觉得你们有一种把自己的路都堵死了。你看就是黑跟白的这个权杖就是交叉，那中间呢，第9跟权杖它就是被固定住，不能动了，它在上面开了一个玫瑰花。所以有的时候看似你自己把你的回头路堵死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很珍贵的领悟，它上面是一朵玫瑰花，你是愿意去这么做的。因为啊，我觉得过去的那些事情，那些经历会让你的心态上去转变很多，你的心境上其实跟过去有所不同，可能你们的梦想
有所改变，你过去追求你想要走的那个方向，现在呢你有所领悟，你想要跳脱出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或者说你过去喜欢的那个类型，想要追求的那个恋爱模式也有一些不一样了，你现在想要用，就是我觉得你们想要用一个比较新的比较高层次的角度，比较高层次的视角来看待你自己，有一点像是你做出了跟过去不同的一个选择，而且你选择之后啊，你就不会再去就是走回头路，过去的那些伤口啊，已经不再影响你，已经不再去拉扯到你的情绪。我觉得你们会努力的去维护你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如果是在两性关系中，我看见你会一步一步的去跟对方连结，并且建立信任。如果你们过去啊有一些让你觉得超级有压力，或者是说就是在感情中一直陷入一个鬼打墙的循环，或是被不好的人纠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那些东西真的那个能量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了。因为你们看到你们是魔术师你们有很强像魔法一样的这个力量，你可以去显化你心中所要显化的事情，所以大家要集中意念，你要把那些不好的人事物，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请出到你的生命我看到的是你们内心会更坚强更茁壮，因为你内在的这个坚韧的转变，其实你会在生活的各方各面得到很大的一个回馈。也就是说，我看见在生活上你们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内在跟外在打理得很好，并且心中的一些不安全感降低，过往的那些烦忧的事情不再会去影响你。只要你们下定决心想要去达成的目标，其实魔术师的力量都会帮助你们去显化出来。除了你自己的努力之外，宇宙也会呢适时的去提点你，适时的去帮助你。我看到的就是魔术师加上前面的那些牌卡，那个能量是很强的，有一个火力全开的感觉。你们会将你自己的执行力发挥到最大，你们会将那些梦想真正的具象化显现出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热忱的一个生活态度。然后圣杯5啊，我在这边我看到你们真的会完完整整的去经历你人生中应该有经历的那个课题这个课题可能会让你带来一些痛苦，一些心碎，或者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低潮期，觉得有一点好像对事物对人生失去方向都有可能。但是呢，我看见你们完完整整的经历了这样子的课题之后，其实你们会从中去明白很多事情，那这个明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说，我觉得你们很可能就是能够去体悟到，你想要将生活变得简单，你想要将人际上变得简简单单单纯一点，都是因为你前面经历的那些东西那些事情。我看见的是你们会去清楚的明白你在人际关系中你的界限在哪里，你不再会把你宝贵的时间去好像随随便便的被人家浪费掉，被人家消耗掉。而且我觉得你会更加珍惜在生命中你遇见的真心对你好的人，不管他是朋友是家人，或者是说是感情上的对象，他是真心的，他是良善的。我觉得你们会更加的去珍惜这样子的关系，而且更加的舒心自在。特别是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能量是你过去可能对于某一些人事物的这个做法，你会有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误会，他的行为会让你有一些心碎。但是呢，随着时间，随着阅历，随着你看事情的角度变了，我觉得你能够去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很可能对方的动机并不是不好的，只是他的行为可能确实对你造成一些伤害，可是可能对方的出发点并不是要伤害你。我看见的是可能做过去
有一些争吵，也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不愉快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在你的家庭中，但是那些东西它会被化解掉，就像打破的杯子一样，它那些东西啊顺水而流，把它流过，把它好像冲向大海。我觉得那些吵架纠葛的能量啊都会过去，很可能是发生在你们的家庭中，你跟某一个长辈的关系，你跟父母亲的关系，那一些纠葛，那个局面啊会有一些新的改变。这个是属于第一组，有一些朋友你们我听到的讯息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再帮大家看一下有关于事业的能量哦。好，我们把生活放在这边，看一下有关于你们的事业。好，我们来看一下，抽一下塔罗牌。掉出来2张牌。好，圣杯8，圣杯2。哇哦！感觉上你们的这个事业啊，其实是蛮受人际关系影响的，或者是说职场的氛围跟你们合作的伙伴，那个好像会蛮大程度影响你想不想要待在那个环境，或者是说会影响到你做事的那个心情跟顺利度。可能很多人是蛮会需要做到跟人接触的工作。好，正义牌。圣杯国王。好，我觉得啊，过去啊，你们好像就是有一些被困住，你们可能被某一些情绪困住了。这个情绪来自于外在的人哦，他说了一些话，或者是说你过去曾经对某一件事情你失败了，然后那个失败的记忆就有一点困住你。可是接下来我看见这个也是一个有转身离去的能量，就是过去那个8个杯子跟他说拜拜，他要往新的路，这只兔子它就是背对着这个过去走的路，他要做新的调整。也就是说，我觉得过去困住你的那些情绪啊，你们都会用行动力去克服。就是我觉得当你动起来的时候，当你实际去做的时候，你实际去落实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再会是麻烦。有些朋友可能在事业在学业上的这个相处中会遇到一些困难哦。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做事能力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只是可能过去没有办法遇到没有那个升迁的机会，或者是说呢你一直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心智上很大的突破等等。我觉得我看到的比较像是人的一个问题哦，不在于你本身做事的能力跟意愿，我觉得都是有的。可能你们过去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遇到一个跟你不对盘的主管，或者是说那个项目你是没有办法去发挥的。可是我看见当你决定去告别一些旧有的那种局势之后啊，接下来你们会多非常多的勇气。好，圣杯2在这边我看到是一个很和谐的能量，那它既然是放在学业跟事业这边呢，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看事情的角度啊会有一个转变。就是过去你可能如果是比较负面或是比较低潮，或者说也许你们就是有一点躺平了，懒懒的不想动的状况哦。我觉得在圣杯2这里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期待的心情，然后是一个很和谐的。当你去好像提出一个疑问，或者是说当你跟宇宙许下一个心愿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人来回应你。圣杯2它有一个对等，两个人都拿着杯子。我觉得在事业上你会遇到可以跟你合作的伙伴，或者是说呢你会遇到一个跟你处得来，或者是说在学业上跟你可以共同去学习共同打拼的人哦，我觉得会有的。那我们接下来结合正义牌跟这个圣杯国王这2张牌一起看哦。我觉得在这个事业或者是学业上啊，我看见你们能够用一个比较强调理性而且公平的
客观的方式去判断。因为我觉得在你们的事业在学业上，其实会有很多的声音，很多的人他试图想要去影响你，可是最终啊，宇宙告诉你，你要听着你内心的那个直觉判断，然后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心态下去判断。我觉得它有一种请你不要去卷入小圈圈，然后你在有点像是在各个这种人际团体中你保持一个平衡，你可以跟各个圈圈都有一些联系，但是你不要真的去完完全全的摄入他们，因为它会让你好像思想判断有一些偏颇。我觉得你们对很多事情其实了然于心，对于你在做的事情，那些公平，那些平衡，对你们来说其实是很重要，以及那个跟人相处的那个和谐，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正义牌也让我看见你们会去审慎的评估你当下所处的那个位置，然后你会看清楚之后再做决定。那你们呢，同时你的决定会影响到事件未来的发展，那这个发展是你自己会去经历的，你也要自己去负责。它有一种你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摘，你下了这个判断之后啊，最后的那个结果是由你所去承担的。但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判断跟直觉是好的，就是是深思熟虑过，而且我觉得你们处在的这个位置是可以让你安心的，就是在事业跟学业上，宇宙把你们放到一个位置，让你不用去担心有人要攻击你。而且其实正义牌这边呢，它本身所处在的是一个很安全的宫殿，然后这只兔子啊，它旁边它就像法官一样，它旁边是有一个宝剑，然后另外一边有一个天平。你们可以随着内心真正想要去怎么说想要去判断的那个直觉去下判断，不用有太多后顾之忧。宇宙会保护你，法律也会保护你，我觉得那个规则规章也都会去保护你，所以你不要害怕，你就是做正直的你自己，然后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就可以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处理这个事业或者是学业的时候，需要去拒绝，你就勇敢的去拒绝。你觉得这个人不想要合作也没有关系，你就跟他拒绝，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你有所保留，想要去保护自己，我觉得都是可以的，不用当烂好人。而且我觉得宇宙有清楚的提醒你们，其实你们内心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你们不会让别人去占你的便宜哦。那另外啊，这个圣杯国王哦，刚刚说的它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比较细节跟审慎思量的部分。那圣杯国王我看见就是你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很远大的计划。那你的高我啊，其实有一点像是请你拉高，把你的位置拉高，然后通盘的去考量很多事情。因此啊，你们不会在很多的细节上去钻牛角尖去打转，有点像是你抓住了这件事情的精髓，你打通了这个任督二脉。我觉得那些难题就对你来说已经不是难题了，因为你们抓住了实行的那个关键点。有可能是你之前一直在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某一个学习上，你一直抓不到要领，或者是得不到诀窍。那今天呢，你会得到一个提点，也许是你自己学习领悟过来，或者是说有专业的人会来到你生命中。因为这张牌啊，这个国王它也代表了这个好像一方之主，城堡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们有问题，去直接请教最专业的人，他会给你很好的解答。另外就是如果你们生命中遇到一些你觉得好像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你有的时候不用自己跳出来去硬碰硬，你可以依照那个体制的规则规章，或是甚至是法律等等的，它其实都是可以去保护你，都可以去保障你的。那国王这边呢，我看见的是你们会
展现一个比较大度、一个气度，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会有这种胆怯、瞻前顾后的心。而且在国王这张牌中，我看到的是你们可以去发挥你的才华，你可以去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再结合前面的这个正义牌，其实你们可以客观理性的用你的专业的知识去跟别人沟通，也许是跟你的客户沟通。宇宙告诉我是你本身是有才华的，你就是用你的这个才华，用你的专业，拿出你的专业来，其实别人就会敬你3分，因为你有他需要的东西，你有他欣赏的才华，别人就会敬畏你，或者是说佩服你。那如果你们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我觉得你们也不要埋头的钻牛角尖，你可以去学习，你可以去请教专业，去请教专家。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专家或者说贵人他会协助你，或者说触发你把这些事情办妥，去让你给你一些启示，达到你所想要去的那个状态。所以我看见你们的在事业跟学业上，未来90天内你们的行动力很强。而且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请你要顺应内心，你要去做你真的很向往的事情，你要去做你真心觉得很热爱的事情，就是你全心投入的事情，不管多累，就是你多忙多累，但是那个心情是愉快的，你是越忙越愉快，而不是一个让你有牢笼感，让你有监狱感的事情。这个是宇宙在提醒你们的，因为如果那件事情不是你那么喜欢的话，我觉得它又会回到前面的那个能量，就是被困住的能量。所以一定要去做你真心热爱的事情。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办法就是完完全全的去投入到那个你真心所想要做的事情上，我觉得你们可以利用下班的时间，或者是说课后的时间来去发展，来去培养。那在这样子的能量上，我觉得你们是可以将你们所喜欢的事情，运用你的热忱，将这个领域发挥得很好。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财富的部分哦，大家有没有很期待跟钱相关的事情呢？好，来，钱有关于财富，什么样子的讯息要告诉我们呢？女祭司 Four of Wands Therefore 好，Eight of Pentacles 哇哦，老实说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没有那么在意钱呢，并不是说你们不在意钱，而是说我觉得很多事情会放在钱的前面，就是我觉得你们不是一个把金钱看作唯一的人。因为我们第一张牌它是这个女祭司，大家看到是一个贝壳，在夜晚在海滩上有一个贝壳，那这个贝壳中呢，它里面是有一些水的，这个水其实就照映着天空，天空上的一轮明月，在贝壳中好像一颗闪耀的宝石哦。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讯息反而是，我觉得对你们来说，生命中最珍贵的并不是有形的金钱、有形的财富，而是你们的这个时间，或者是说你们的人与人的那个连接，或者是说你个人的一个原则哦。如果今天呢违背你的原则，就算再多钱，我觉得你们就是你们不会赚那些钱，你们没有办法去违背良心，去做一个假的人设，去赚一些
你觉得不大好的钱。那另外我觉得你们也不是那种会想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以至于牺牲了跟你最重要的家人，或者是说这个感情上的伴侣或朋友相处。我觉得你们还是蛮注重你们生命中的那一轮明月，你们最重视的东西看起来其实不是金钱，你们只是让金钱让财富去变成通往你幸福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手段。你想要赚取金钱，不是因为你很爱钱，而是你希望你自己过得好，而是你希望你身边的人过得好。我听到的是这样子的讯息哦。然后Explorer of Wands， 我觉得如果你们过去一直觉得可能在生命中有一些被打压的能量，或是说被低估的能量哦，其实我觉得在这边出现的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是不要害怕。我觉得别人的眼光不能够限制你，相反的，这反而是一个很特别很美妙的事情。因为你即将要有一点像是一匹黑马一飞冲天，你即将要让人家刮目相看，很这种好像让人家觉得不可置信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在前方有很大的几率你们是要开始走上坡的，你们是要开始发挥你们所有的潜能。也许你会觉得你过去的财富天花板是某一个数字，可是接下来宇宙要告诉你，这个数字将要被打破，你们是有办法去跳升，你们是有办法去升级的。我看见由于你们在你们的专业上，在你们的工作上，其实都会非常的踏实，非常的这种受到人家所信赖，或者是说你们可以自己去扎根，你有自己的一番小天地。所以呢，过去那些波折挫折，它都是这个火蜥蜴火蝾螈这个再次成长的动力哦。有点像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丢进大火之后烧掉，而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能量反而可以使火越烧越旺。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财富上，财富的密码其实也就是有一点让我觉得是勇往直前的感觉。我看到你们的眼神是散发着光芒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的希望想要去实现，这个也跟财富是有相关的。也许你有自己的存钱计划，也许你会有自己的这个理财计划。那我觉得这个牌给我的感觉就是斗志满满，其实有想要赚很多的钱，然后你们也有能力去赚很多的钱。那这边有一个这个恶魔牌它就是这张恶魔牌它是画的是一个黑暗的树林，你们要穿越这个树林之后就可以看见黎明，太阳即将要升起。其实这一张牌的太阳已经它有点就已经刚刚日出了，所以它并不是一张完完全全夜晚的牌。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已经有一点快要找到诀窍，快要打开那个开关，财富大爆发的那个开关。而且我觉得你的冲劲你的热忱会让你得到很多的回馈，而且未来90天内你们打下的基础它是可以累积的，就是你们经历的这个模式它是可以累积到明年或者是说后年的，你们的这个输出它是可以持续的保持的。然后这边金币八看到的就是一个按部就班一步一脚印的一个踏实感。蜜蜂它要去建造它的这个蜂窝，它们其实是有分工的，就是不同的蜜蜂要去做不同的工作，然后它是必须要去搬运这些蜂蜜来储存，这样子冬天呢才有蜜可以吃。所以这张牌其实告诉我们的是说，我看到第一组的朋友，其实你们去计划，然后这个计划它是可以一步一脚印的去达成。这边是有关于金币的一个计划，它会有很好的发展，
而且他也有一个享受工作得到的那个收入。恶魔牌代表的一些欲望，我觉得你们会想要去得到金钱，必然是背后有一些欲望。你们想要得到金钱，可能是要存房子的头期款，或者是说你想要出国留学，你想要完成你的梦想，或者是说你想要带家人出国旅游，或者是其他各方各面，你们的那个欲望会促使你去做一个好的规划。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具体、经过思考的，然后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行动，它是会让你感到安心、踏实跟快乐的。可能第一组牌朋友，你们已经在投资上有一些这种定期定额，或者是说有一些计划正在执行、正在学习。然后这一张牌啊，我看到就是在于财富、在于金钱上，如果你充分的投入的话，你们的那个计划会有很好的发展，而且它有一个打基础的感觉，就是你们会建立好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个基础未来可以带来很丰收的成果。它就是需要一步一脚印的去经历它，去实践它。有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去进入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如果你们过去可能不是很熟悉该怎么样规划自己的财富的话，我看见你们会去花很多的时间学习，或者是说呢，你们会设法去找到一些不同的收入来源。有的朋友你们会是专注本业，一步一脚印的将自己的职称拉高，或者是说将自己的奖金拉高，这些都有可能。那我觉得你们的未来90天内，你们所做的尝试，它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所以它的起步是比较缓慢。可是你们建下来的这个基础，最后会像滚雪球一样，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回报。就像你累积你的存款，累积你的专业一样，它都是需要一点一滴慢慢的来，最后呢是可以去达成目标的。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努力的不断的去做。我看见你们的财富是稳定成长的能量哦。如果你们过去有一种被钱追着跑，或者是说金钱上的不安全感跟匮乏感，我觉得透过这种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执行，是可以去消除过去那个金钱上比较匮乏的状态的。好，那我们最后再来帮大家看一下感情，大家有没有很期待感情这一部分呢？我们第一组的朋友，爱情会有什么样子的人靠近，或是说现在已经在稳定关系的朋友，你们的感情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吗？好，皇后又是这个宝剑皇后哦，哇哦，3张皇后牌哦，好。Seven of Cups， 好，非常有趣耶！我们抽到了一张是这个大牌的皇后，还有宝剑皇后跟圣杯皇后。好，我觉得在感情上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不想要太多的这个不愉快，或者说烦恼。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进入一段感情的时候会很慎重的去思考这个人是不是你现阶段所要的人，而且你们也很重视对方当下给你的感觉，他说话的态度诚不诚恳，真不真实，你们很在意对方的那个心意是否跟你有相通，而且我觉得你们我觉得在未来90天甚至之后你们在感情上比较不大会去委屈自己，就是说我看到的是你们本身就像一个肥沃的土壤一样，你们可以去种植，可以去在这个肥沃的土壤上种植很多新的东西。
你们本身是非常的有创造力，你们在感情中是能够去创造给予对方很多很多的爱，而且这3张牌有一个魅力性的吸引，感官上的吸引，你们有一个魅力爆棚的时期哦。那如果呢，你们是在感情，比如说你们已经是在稳定关系的朋友啊，我觉得这边有一个感情更加蓬勃成长的能量哦，它最后会开花结果，或者说有些朋友看见你们可能会想要跟你们稳定关系的伴侣一起买房子，或者说一起计划你们的未来哦，看见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很丰硕的能量哦。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其实你们生命中不乏一些机会，而且你们在往来的对象都会给你一些正向的回馈。我觉得你身边的这种情感的对象会对你是蛮敞开的，因为你们就是怎么说呢，很性感又非常的活灵活现。对，给我的感觉是你们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活灵活现，也非常的真诚，然后又像这个女王皇后一样，本身应该是有一种气场，有一个魅力跟有一个气质在的。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啊，不是被选择的对象，相反着你们是有选择权的。我看到的是你们其实各方面都蛮不错的，你会让你的生活跟经济什么都慢慢的稳定下来，因此在感情上，你们不大会因为需要可能因为在经济上需要去依附一个人而委曲求全。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更加重视心意上的交流，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人今天跟你结合，是不能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好，或者是说更加的有品质。这个好不单单指的是物质上的好，也包含了情绪上的好。如果他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或者说物质价值，或者是说其他方面，你们才会去考虑，就是你们会想要在这段感情中确确实实的得到一些什么，像是得到一个安全感，一个安心，一个稳定，或者是说呢，得到一个安慰，都有可能。你们会去寻求这样子的东西，你们会希望可以跟对方建立一个很清楚的连结啦，就是你们会希望把事情说清楚，就算两个人是在暧昧的阶段，或是说还没有变成情侣关系的那个阶段，我觉得你也会会想的比较远，然后会想要去找一个你跟对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然后你们不大会去委曲求全，以及为了去维系一段感情而去践踏自尊。我看到皇后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相反的，如果有人伤害你宝剑皇后就拿出她的宝剑，立刻斩断这一段恋情那圣杯皇后内心是非常有爱的，所以我觉得就很像是爱的大爆发。这个爱啊，我觉得感情不仅是这个两性嘛，还包含了你对你自己的爱。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先爱自己，其实你内心有很丰厚的爱，你可以去爱别人，而且在这个爱里你可以不受伤。你们先给自己满满的爱之后，我觉得这个爱会流出去，就像圣杯皇后一样，它是就像养分一样，它是会被别人接收到的。那在皇后这几张牌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前面一开始我们开牌抽到的这个深入探寻，大家还记得吗？我有说过这个在性关系上，在亲密关系上是一个很好的牌。那在感情上我们抽到这3张皇后牌，我真的觉得你们有一个魅力爆发、魅力打开的时期如果你们有一段时间没有享受过鱼水之欢，或者说没有体验过很极致的那个快感的话，我觉得未来90天内是有机会的。你是可以去享受一个很舒服、很愉快的那个肉体的接触、碰撞跟结合的。好，最后一张牌是圣杯七。
那圣杯七啊，在这边啊，我看到的是有一个选择太多，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感觉，或者是有些朋友啊，你们想要谈恋爱，但是受到一些距离、时间的因素啊，你们好像没有办法兼顾，没有办法两全其美，也有这种能量哦。那我觉得这张牌啊，其实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有些东西需要去取舍。需要去排一个优先顺序哦。那也许你们现在还对于感情，因为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是单身，你们对于感情是有一些模糊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人进入到你生命中，或是说现在跟你连接的这个人哦，你在发展的对象究竟是不是正缘呢？是不是你对的人呢？其实我觉得这些经历啊，都是一个课题。你们的灵魂，你们的高我，其实知道答案的，可是他还是要你去经历这些你该走的路。那这些答案最后会慢慢的浮现。我觉得其实你们不要急。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去享受一段爱情，就是你们跟这个人投入到这段感情的时候，不要太设限，或者是说太。一下子就想说，如果他没有办法跟我结婚，跟我走到最后，我就不要跟他继续谈下去了。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很认真的去谈感情，但是呢，我看见的是你们的感情最后呢，要走向一个比较好的开花结果那个的道路，中间是需要很多的积累。你们两个是会需要进行一些深度的对话，包含你跟对方内心所想所求的事情，以及一些迷失。有的时候在感情中你会迷失，对方会迷失，那还是要想办法把彼此拉回来。我觉得你对于感情是有很多的期盼，很多的憧憬的，这些都是非常的好的。你会在跟不同的人接触之后啊，慢慢的越来越了解到什么样子的状态你是更舒服的，更满意的。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感情的前期会受到一些外在的表象所迷惑，比如说这个人啊，甜言蜜语，讲话很好听，然后你就进入到这段关系，然后结果却跟你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或者是说呢，这个人的外在各方面都很好，你跟他进入到关系，甚至结婚之后，你会发现。好像那个好只是他给外人看的，但是实际上跟你相处的这个细节上，并没有如你所期待的那样。就是我看见有些朋友，你们是有这样子的能量，你们可能曾经进入到一段很长远的关系之后呢，又有一些失望，有一些退回，这都是有。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你们的心灵层面的追求，其实会更大于物质层面的。虽然这张牌啊，它圣杯七就是好像7个东西啊，它都是前往不同的方向但是我觉得最终啊，你们会去明白，去寻找到你心中真正重视的事情哦，而且我觉得可以成为你的正缘的人啊，他必然也是会重视你心中所重视的那个事物哦。我看见的是，未来90天内，如果是单身的朋友，请你们心态上要比较积极一点。你们会有桃花的能量，而且你们就是魅力爆棚嘛，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只是说，如果你们太过限于过去感情的某一个失落的经验，如果你们比较低潮的话，就算对方来到你的生命中，你可能也不会去发现对方，就算对方给你暗示，你可能也神经太粗，就是听不懂看不懂，或是说如果你们懒洋洋的不想动，不想要跟人家联系，不想要走出去的话，其实桃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的。我看见其实有人他是想要去靠近你，有人受到你们所吸引哦。那你们其实可以如果你觉得他还不错，你就适时的把宝剑放下，让对方进来。我觉得你内在其实是很温暖的，很有爱的，也充满阳光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
把自己敞开。其实你把自己敞开之后，我觉得会有一些对你有意思的桃花向你慢慢的靠近。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未来90天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惊喜转变到你们的生命中呢？然后我们今天呢，会从生活、事业、学业、财富跟感情这4个面向分别都来帮大家看一下。那一开始啊，我们先来抽月亮显化神谕卡，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整体能量是什么。好，我们调出这一张牌，满月在天蝎座，满月在天蝎座。那这张牌说的是透过呼吸平衡紧张。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满月，这一张牌虽然是夜晚，可是它整体的感觉给我是非常非常的光明，非常非常的明亮，好像进入到一个很奇幻的世界哦。那这一张牌啊，我觉得要告诉大家的是，第二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哦，可能比较容易有情绪上的波动。那当你们的情绪过满、过热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们好像会专注在那个自己害怕的或者说担心的事物上。那根据吸引力法则啊，你们越专注在那个令你害怕、担心跟恐惧的事物上，其实你会好像吸引到你不想要的而非想要的。所以这张牌有点要告诉我们说，好，即使你身边呢，即使你觉得你周遭的情势会让你觉得有一些紧张，有一些压力哦，可是你要设法让你自己的情绪平衡下来。那你们可以走到户外去，多多接触这种大自然的能量，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去泡澡、去沐浴，用这种洁净的水去清理掉你心中一些比较负面的、比较紧张的一个情绪哦。然后你们要注意一下，在这个情绪跟这个感官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身心灵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边出现天蝎座嘛，我觉得这组朋友啊，你们应该是属于这种情绪内心比较敏感，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情绪化。那有可能啊，你们的情绪跟这种月亮的周期是有相关的。比如说满月来临的时候，你们心中就特别容易伤春悲秋，就特别容易感动。有的时候在等待一件事情的结果，在结果来临之前啊，你们可能也会心中会有比较起伏不定的情绪。那这一组的朋友特别觉得，你们可能特别是在夜晚，特别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情绪波动、能量的变化。你们可能会想到过往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有的朋友，你可能就是在感情上曾经受过伤害、被欺骗，或者是说有一些无可奈何的结果，这么错就是好像有点错过的那种遗憾。然后每当晚上啊，我觉得你们想起这些过往的经验哦，你就会感到很无助、很无奈，甚至是很伤心，会有很多的情绪波动在。那这张牌提醒大家要练习去平衡你自己的情绪，要去驾驭你们自己的情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透过呼吸，一吸一吐，在这个吐纳之间，让你们的情绪渐渐的平衡，渐渐的平静下来。好，再来帮大家抽一下神圣的森林神谕卡，看一下宇宙有什么样想要告诉我们第二组的朋友呢？这张牌想要冲出来 Stack Spirit Leadership。好，这一张牌呢，
是雄鹿的灵魂。这张牌有非常多的阳性能量，大家看到吗？这个雄鹿它的脚是有一点光芒，有一点这种奇幻的色彩的。然后这只雄鹿啊，它非常的好像它的能量很巨大，它占满了整个森林，而且它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来看待这个森林，它是有一种鸟瞰的感觉哦。选到抽到这张盘的你们啊，我觉得在你们的过去的生命中，可能跨越了非常多的阶段。你在你过去的旅途中，有经历过高山，经历过低谷，也攀爬过好像一个一个的山脉的感觉。那因为你们经历了这些啊，我觉得接下来未来90天内，它是一个能量上的大转换。这个转换是奠基于你们之前过去那些高低起伏的一个能量场，你从中得到的一个智慧。我看见你们过去的经历它就好像一束光一样照在你的身上。我觉得你们要去结合前面那一张牌，你们要去调节一下你当下的那个姿态。其实宇宙告诉你们，你们不需要紧张，你们不需要去害怕，因为你们这边是这个 leadership， 你们这边有非常光亮、非常明朗的能量的阳性的能量不管你们是男生女生，我觉得你们接下来将是一个属于你们的时期，有点像是宇宙把一个舞台送到你面前，你可以自由的去怎么说呢？自由的去飞翔，自由的去挥洒。如果你们过去是属于那种听命行事啊，或是比较常委曲求全配合别人的话，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能量上的大翻转。我看到的是你们会成为别人的烽火，你会成为别人的灯塔，你们会成为别人的北极星我觉得未来啊，这个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时期，你们非常的需要去摆脱一些外在给你们的限制，给你们的一些束缚。如果你当下处于一个比较令你不舒服，或者是说压力很大的工作环境，或者是说身边有一些令你觉得很心累的人事物的话，我觉得你们要设法从那个东西中挣脱出来。那我看见你们也确实有能力去挣脱出来，去走出你想要的路，而且我觉得那些小人不好的能量它不再会去影响你，因为你们的这个气场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你们想要去飞翔，如果你们想要去翱翔的话，我觉得你们在客观评估之下就是就是前面你要先做到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平衡跟稳定，然后接下来我们过渡到这个雄鹿的灵魂，你们的这个能量就会爆发出来。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去做的，想要去完成的，我觉得你们确实是可以去发挥，去创造出来的。那这边呢，还要告诉大家的是，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能量比较适合是独自一个人在进行，比如说写文字，或者是说呢你录 podcast， 或者是说你去做一些创作，做一些表达，做一些思想，做一些分析等等的因为这一组的朋友啊，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你们并不是这么哗众取宠的人，可是当你们默默的研究，默默的去发现，默默的去拆解一些事情之后，最后得到的成果绝对是让人眼睛一亮。它是一个好像很创新的一个概念等等的，你们会好像去注意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那这个雄鹿的灵魂啊，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别人的灯塔，自己会好像成为别人情意的对象。因为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可能过去一直都是比较安稳跟低调，可是我觉得宇宙给你这样子的机会，你们不要去捆绑自己，你身上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光芒。我看见你们是有影响力的人，你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会去旅行或是出差，有一些
就是变动，因为雄鹿它是会奔跑，它是会移动的。如果它想的话，它其实是跑得很快的。然后再加上这只雄鹿，它是具有魔法的能量，它也可以飞翔。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朋友看到你们是会到外地去散发你们的影响力，可能是去出差、去工作，或者是去参加什么样子的活动。那在这样子的场合中，也有可能是跟联谊有关的场合，反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场合中，你们会是众人注目的那个焦点。好，这个是你们的整体能量哦。接下来我们来帮大家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那首先呢，我们要看的是有关于生活。好，第二组的朋友在生活层面呢，未来90天内，宇宙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跟指引呢？非常的期待，来看一下，帮大家抽牌。Child of Wands， 好，权杖侍者的这个能量哦，愚者的能量，都是两张牌都是这个比较年轻、无所畏惧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就是非常新的期盼哦。金币9，哇哦！闪耀耀的、闪亮亮的感觉哦。好，宝剑3。好，首先我们看到权杖侍者，超级可爱的一张牌。这个小小的火蜥蜴正在这根很大的权杖上爬啊爬，想要爬到这个顶点。那这一张牌的出现呢，我会觉得说，好。你们接下来啊，将会有一些新的计划开始，也许你们会设立新的人生目标、新的人生方向，然后这边有一个即将要启程、即将要动起来的感觉，你们心中会产生一些不错的想法，并且实际的去行动，就是这里包含了思考跟行动双方面的一个结合。那权杖侍者，它在传统韦特塔罗牌中，它是有山的，代表背后是有靠山。然后这一张牌，它的牌面很单纯，就只有这个火蜥蜴跟权杖，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牌你们的能量哦。比较像是靠着你自身而来的，因为前面我们帮大家抽到的是这个 leadership， 就是我觉得接下来将是你自己的舞台，你们不需要去依附别人，不需要去靠着别人得到什么，你们自己的能量哦就可以去让你实现你心中所想要实现的那个事物，达到那个你想要去的地方哦。我觉得权杖侍者啊，看得出来你们内心有一些东西会触发你去实际的想要在生活中取得一个进步，你心中的这个想法会触发你产生实际上的行动。那我觉得这个新的计划接下来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呢，我们是0号的愚者牌。那愚者牌啊，它有一种直觉力的感觉，就是代表着理想、追寻理想的那个领域哦。结合这2张牌，我会觉得说，其实你们啊，真的好像要摆脱住某一种束缚。愚者牌可以代表开始，也可以代表结束。更多的时候，我看见是你们在开始之前，你们先把过去一些不好的事情、影响你的事情做一个终结。那也许你们过去一直有一些想要去做的事情，可是过去在做的时候，你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那我觉得现在啊，就要把这种能量去终结掉。你不要害怕没有人支持你，你也不要害怕你的能力不够或者才华不够。你们呢，会在生活中得到一些新的机会，新的好像邀请，新的邀约，然后它会使你去看清楚你目前所在的位置。而且我看到是一个
比较乐观往前的状态哦，你们不再会被过去的这种情绪啊，过去的人事物困住。我觉得你们会真正的去把心中所思所想的那个东西去落实出来。也许你以前呢，常常对于自己是属于比较自我否定的状态，就是你们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想要去完成的事情，那个是真的可以变成理想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客观来讲，你们是很有能力的一群，是有才华的一群哦。你们是有潜质的一群，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潜质很重要。可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100%的去相信自己，去认同自己，去接纳自己，很多时候你们看到的是你自己的一个缺点，然后或者是旁边的人有人给你贴标签，造成会有一种能量的召唤，这个能量是你没有办法去认同你自己，而接下来的90天，这个能量是焕然一新的。愚者牌它是一个很乐观的、很天真的，而且它是一个就是往前看的能量，不再往后回顾了，要往前看。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什么样子的新的计划将要实际的落实在你们的生命中，也有可能是一个新的邀约、新的机会到来。好，接下来金币九。好，金币九是金星在处女，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贵气的一张牌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真的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好，有的时候你们会是好像关键人物吧，就是你们比较不像说在幕前很出风头的，我觉得反而像是这种幕后的主导者。当大家都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啊，这个金币九它其实有一个神来一笔，就是说出来的一句话，或是想出来的一个点子，其实就能够去解决当下那个问题哦。因为我看到的你们是非常善于观察的，然后某一些时候啊，你们在你专长的领域，在你特殊的那个兴趣上，我觉得你们是蛮追求一个品质，追求一个完美。那在感情上啊，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生活中是非常的有爱心，也可以去灌溉别人的。不过我看得出来，在未来90天啊，这一段期间，你们在感情上的态度哦，或者是说有关于分享自己的秘密、分享你的心事的时候，你会比较谨慎。我看到的是你们想要去选择一个真正的可以跟你相伴终身的人，而不是那一种只要一个晚上或者是一段时间很浪漫的这种激情、这种感情。你们想要的是长时间的、更深层次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某方面来讲，别人要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必须要去赢得你内在的一个信任，就是别人要去让你明白说，你选择他呢，不是错误的事情，就是他们是值得的。然后我觉得其实你们在感情上啊，确实对你们的伴侣是有一定程度的要求的，可是我觉得你们对爱情是完全的忠诚，完全的奉献哦。也因为你们这样子的特质，虽然你们在感情上是有一些高品质的要求，我觉得你的伴侣是愿意进入，就是你还是会吸引到一些有品质的人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因为你们本身有这个金币九这样子的，好像包容、爱心，以及我觉得在外形上你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尤其是未来90天内，我看到真的是会越来越，尤其是在这个外在啊、仪容啊，就是越来越精致的感觉。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宝剑3哦，刚刚有说过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有的时候啊，好像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比较属于讨好性的人格，或者是说你们比较容易
因为别人的话受伤，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放弃自己真心所想说的，或是所想要的而去配合，因为你们还蛮希望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你希望在别人的眼中那个形象是好的，你也希望透过你的某一些退让、某一些牺牲得到别人的爱。可是我看见你过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内心会有一些心痛，就好像觉得这样子的退让，这样子的委屈，其实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所以未来的90天，我看到你们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较不是用牺牲的方式，用退让、用成全的方式，用让你不舒服的方式去跟别人相处。相反的，我觉得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生命中要的是一个真心的朋友，而不是一种利益上的交换。因为你过去对待别人的方式，可能会让你的周遭充满了一些比较注重利益关系的感情，或者是说朋友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你招回来的能量其实不会那么好。那接下来我觉得你们已经领悟到这个道理，所以你们会用这个宝剑去斩断一些真的你不需要的人事物。虽然它是有一些心痛的，可是我看见你们会很明快的这么做，因为你们已经意识到，你们已经完成到你们真正的课题是什么。你们会开始认同自己，并且在生命中去留下真正爱你的人。那这个前提是，我觉得你们跟自己开始和解了，你们的伤口开始愈合了，你们不再去贬低自己，你的脑中不会再去重复一些好像别人说你不好的话，你也不会再这样子去对待自己。我看见当你真心诚意的对待你自己之后，其实在你外在吸引而来的将不再是伤害你的人，也是对待你诚心诚意的人这个是未来90天你们在能量上很大的一个转变。好，讲完了生活，我们接下来帮大家看一下事业、学业的部分。好，我们来抽一下塔罗牌，看一下第2组的朋友，事业、学业，宇宙要给你们什么样子的惊喜？听到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来吧。哇又是这个愚者牌，好，很可爱的兔子。然后宝剑7，圣杯3。6，有一些重复的牌卡出现咯。那好，我觉得第2组的朋友啊，你们在事业学业上好像有一种突然的明白了，就是自己真正的使命是什么。也许你过去都一直是照着某一个世俗的标准去做，比如说你就是升学考试进入到某一个大家说的这个比较好的职业，或者是说工作等等的，就是你们也许过去是这种样板的模式去规划你的人生但这边呢，我看见的是说你们好像突然的惊醒，或者说经过过去的课题，你们领悟到你真正想要成为的人是什么，或是说你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那这边有一张宝剑7，宝剑7它是一个小偷牌，或者是说宝剑7它是一个有一些欺瞒的意涵在。那我觉得过去可能有一些不属于你的能量就是说有一些消耗你能量的人事物，可能是一些小人，或者是对你不真诚的朋友，也有可能是
一些你脑中重复的一些不好的话语，它其实会打击你，它其实会消耗你的能量哦。那我看到的是愚者牌要告诉我们说，我觉得你们接下来啊会更专注在你内心真正所想要做的事情，而且那个东西很可能是可以去触动你的灵魂的。也许你之前一直想要去学的好一个乐器、一个语言，或者是说某一个兴趣等等的，你投入到那个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地方才是适合我的。我在这个行业中，我做什么都非常的顺利。就是我觉得你们在事业、学业上会有一个觉醒，会有一个找到诀窍的感觉。那过去啊，你经历的这个 Seven of Swords， 你经历的那些逆境，你经历的那些困境，有一点像是要去激发你找出真正的使命，真正的天命。也就是说，我觉得前期比较像是一个准备的过程。那愚者他本身也是一个灵，他也是要重新探索，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进入到满心期盼的进入到新的领域，而且是有一种很沉迷一头栽进去的感觉，一个领域、一个兴趣或者是一个新的研究项目等等的。那你身旁啊会有同伴，就是说你们会进入到某一个团体、某一个组织中，那边会有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就像这只小狗狗很忠心的守护在愚人的旁边。而且圣杯三啊也有这个就是共同庆祝的能量。我觉得在学业、在事业上其实你们会出现以前灵魂家族的伙伴朋友，他会成为你某种程度上的贵人。我觉得你有一种看到别人去在做着你想做的事情，然后有一种我其实也可以的能量，然后你就会去确定说你在心情上会比较安定下来，然后你会更加的去坚信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它是有办法去走出一个结果的。那过去啊，你身边可能有一些压制你的这个小偷的能量，可能是说，我觉得在职场中你们就是能力还不错，可是因为有一些人看你不顺眼，或者是说给你设下了一些阻碍，就是你想要先升职的话，你一定要过他那一关，或者是说在工作的项目中总是会丢一些比较棘手、别人不想要做的事情去给你。那这些东西其实对你是好像只是在帮别人收尾等等的。我看见就是有一些你没有办法去闪躲，然后你需要去应对的这样子的能量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看到的是这个小偷牌的这种能量的吸血鬼会被宝剑所破除就是说呢，你们会用这个宝剑的能量斩断，会从某一个困境中解决出来。你在事业上、在学业上过去经历的那个停滞的状态会有所转变。你们可能等待很久的一个职位，或者是说一个机会、一个奖杯、一个赞赏你们花很多时间去做的那件事情，它会得到回报的。你的状态跟你的努力，它是可以匹配得上的，就是你得到的这个声音跟你得到的付出，那个东西是可以匹配得上的。那有一些朋友，你们也许是在事业跟学业过去是属于比较漫不经心，或是说比较没有这么在意的状态，你们可能就是心思不在这个上面。那这一组的牌，这一组的能量，我看得出来也是有一个新的格局、新的局面。你们会找到你们的使命、你们的天赋，你们会投入到一个你很热爱的这种项目上面，所以我觉得你们也有开始动起来的感觉。即使这一组的朋友，有些你们可能事业心不是这么强大，可是我看见你们确实会去追寻你们所喜爱的那个事物上，而且
会有贵人出现，这个贵人会促使你去达成某一些事情，这个可能是你们本身的正职工作，也有可能是你的斜杠、你的副业等等的。我觉得你们会找到一些机会，而且这个贵人更加的有点像是在心理上去给你们一些安定，因为这个贵人应该是跟你相同领域的人，如果是你的主业，他会跟你在同一个职场或者是同一个工作环境中。如果是在你的副业、你的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会在网络上得到一些人的帮助、人的讯息等等的。好，这边出现了宝剑六，宝剑六的能量。好，大家看到的是一只兔子，然后它前方载着一对母子，它可能是一个家庭，也有可能这个人是摆渡者。然后呢，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要往前行。那这3只兔子它是背对着我们，然后有一点低着头，看不到它的脸部的。那牌面上它其实有一种顺其自然、随波逐流，或者是说顺应这个天地、顺应宇宙的安排，而且前往到一个新的天地。这张牌宝剑六，它在讲的是一个中途、一个过渡的过程哦。那刚刚说过，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们是有自己的课题，是有自己的天命跟使命的。我必须说，我感觉到这一组你们好像就是比较重视爱情多一点，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爱情才是你们人生中的主干股，那事业可能只要有一个事业，或是说有一个稳定的事业就好了。这一组的朋友，其实我会觉得在事业上你们并不是有这么多的事业心，但是呢，一旦你们找到你真正想要去投入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眼睛会就像愚者一样，有一个眼神一亮的感觉。你会发现原来我也是可以这么有事业心，这么像工作狂因为我觉得你们其实真的是带着使命、带着天赋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现在觉得工作很不开心，提不起劲，其实我觉得那是你还没有去发现，还没有去找到你的热忱所在，还没有把你去放到像这个圣杯3一样这样子的这种比较舒适的、愉悦的工作的场景中就是在工作中你们追求的是一个往前的能量，而不是一个消耗的能量。所以如果在这个职场中有一些人一直要好像拉着你不放，让整个就是拖累你没有办法往前的话，我觉得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让你施展开来的这样子的能量可是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好，我看到这个宝剑六，它代表的是逐渐脱离困境，然后宝剑六也有一些移动、旅行、搬家。我看见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就会辞职、转换新工作，或者是说在同一个单位中同一个公司中，你去调到不同的单位，或者是说你去负责不同的项目，然后你们可能过去是一个比较压抑的职场能量，你换了一个单位之后，我觉得这就有一个当红炸子鸡，也许怎么说有点激动，就是也许你过去都是那个比较做很多，可是人家看不见，或者是说你的这个上司就是跟你不对盘，就是你怎么做都会被挑，然后其他人好像就是做了一些跟你一样的事情，但是却被夸奖。但是我觉得你们这边有一种透过调动、透过变动，好，透过离开一个旧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是你们的这个移动跟变动有一个脱离困难、脱离这种麻烦，我觉得麻烦很贴切，脱离麻烦的一个显化，一个状态，一个情境。好，你们原本是比较低调的，你们原本是比较不受注目的，可是真的经过转换之后你们会得到认同，你们会得到否定，甚至我觉得就是那个运势就不一样了，你们会得到提拔
过去啊，那些摧毁你自信的人，或者是说呢，在这个工作上、在环境上、精神上对你予取予求的那些人，真的都过去了。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啊，我觉得你们会相对的轻松一点，你可以真正的去创造属于你事业的辉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获得你的那个舞台，你可以去获得你真正的荣耀、真正的奖杯。你们是会得到那个奖杯奖赏的，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会留下一些这种成绩来，这个成绩啊，这个成就啊，它是会被记录下来，就是你们可能做了一个这种很好的报告，或者是完成一个很好的项目，谈成一次很好的合作，那个是会被人家津津乐道，那个是会被表扬，那个是会被记录下来的。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觉得真的过去如果有受到压抑或是找不到方向的朋友，很多时候只是你处在不对的位置。我看见你的心中其实是有热忱，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工作上的一些转变、一些变动，还有一些新的尝试，那个都有助于你的能量的流动。我觉得有的时候转换一个这种单位，或者说转换一个老板啊，它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机遇的开始。好，接下来再来跟大家看一下财富，比较少讲这个财富的主题耶。财富呢，有的时候是跟事业息息相关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你们的钱钱。好，钱钱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抽一下关于你们的金钱能量哦。哇，宝剑的守护者哦，正义牌。好，再来圣杯2。金币石。好，首先呢，我看到在金钱、在经济这个项目上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哦，你们之前曾经经历过一些在经济上的考验哦，就是我觉得你们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蛮强烈的。有的朋友你们就会，其实你们也努力存钱，可是努力存到一笔钱的时候，又会因为一些支出啊，让你好不容易存的钱又不见了，或者是说在经济上啊，你们处于一个比较逆风的状态，就是我觉得你们心中其实很想要好好的去守护你的金钱，你很想要去重新，就像这个宝剑一样，这个宝剑大家看到它是插在雪地里，它并不是一个战斗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好像想要去重新整顿、重新去稳定你的这个经济模式。然后我觉得你们其实在金钱上啊，比较不是跟人家去争斗，有点像是巧取强夺。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去赚自己该赚的钱。因为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在获取金钱的能量的时候，会需要去，就是如果说饼就这么大，他会需要去多从别人的那一边拿一点，自己才可以好像获得足够的金钱。不过这一组的朋友，看见你们比较不是这样子的能量哦。我觉得你们是取之有道，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且我看到你们的能量哦，就是你们的财运，它来的是就是怎么说呢？缓步向前，慢慢来的。你们过去如果在财务上有一些状况，我看到的是你们会需要去花一些时间，重新让这个财务的安全网去建构下来。我看到的是一个在稳定中慢慢的往上成长，稳中求胜的感觉。所以这个金钱啊，我觉得这里比较没有这种
暴富，就是说这里比较没有那种会去中大乐透，或者说天上掉下来一大笔这种现金来到你们生命中的能量。相反的，我觉得比较像是对于自己的财务，对于自己的金钱去思考，去重新的规划，然后收入跟支出啊去妥善的安排，然后那个破洞会被堵起来，或者是说那个心中的不安全感会降低，你们会去建构一个比较稳固的金钱模式。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正义牌哦，我觉得正义牌啊，它就代表说，其实你们付出什么，你们最后会得到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过去在金钱上，你可能有去借出一些金钱，或者是说在金钱上帮助别人，那这些东西啊，在正义牌这边呢，我觉得它会流回到你身上。这个流回不一定指的是说当初欠你钱的人还你钱，它可能是其中一种状况，就是真的有借有还。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要从更大格局的来看，是说宇宙会用其他的能量形式来补偿你。你可能在这边你多付出了一点，可是宇宙会在其他的地方回馈给你。所以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你过往好像流出去的金钱在别人身上好像就这样子投到水中看不见了。其实我看到的是，你们要给予金钱这件事情一些安定感，一些信心感。因为这个正义牌它就像涟漪一样，它是不断的扩大的。我看见你们其实是不大愿意去为了金钱做一些亏心事，所以宇宙它也会给你属于你应当的报酬或应当的评价。这一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宇宙给你的是刚刚好的，恰恰好好的，是适合你的。你做出一个怎么说呢，你产生出一项产品，或是你说出一些话，它是给人善意，给人就是给人温暖的。最后呢，这些东西宇宙可能会以金钱的形式来回报你。刚刚说过你们这边没有暴富的能量，可是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奖赏。小小的奖赏像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可能想要去旅游你就会发现比较便宜的机票，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得到一些这种免费的票券，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比较低的金钱购入你想要购入的这种东西，就是同样的去达成这个目标，取得这个物品，你们可以用比较少的金钱，或者是用免费的去换取。可能有朋友会给你一个机会，或者是说有朋友会送你这样子的东西给你。我看见的是它不会是比较不是以这种实质的给你很多钱，可是相反的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些物品一些劳务，或者是说一些活动，会有人提供给你这些机会，它是不需要你额外的去花费金钱的。然后我看见你们会得到这些东西，这个也是因为宇宙一个互惠跟互利的一个法则，就是你们过去真的投注了一些爱，投注了一些关心，在这个就是用你们的正能量曾经影响过，不管是多么细微，你们有去帮助过周遭的人，帮助过这个宇宙。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像这个涟漪一样，它会扩散出去，最后还是会回到你们的身上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圣杯2还有金币10哦。圣杯2我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和谐的能量哦，而且这两个圣杯它的水是装满的，很可能也代表了我觉得在这个储蓄上你们会达到你们所想要的那个目标。另外很多朋友我觉得过去你们在做事情可能是比较不敢，或者说比较不想去拉下脸去请求别人帮忙。你们可能是想要凭自己的能力，因为你心中会有自己的一个坚持，自己的一个原则，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你们其实不大想要去假手于他人。就是
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工作，或者是说在追求财富上，很多时候就是靠你自己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可是在这边呢，我看到会有一个很认同你的人，这个也许跟你们的感情对象有关，他也有可能是一个很欣赏你的这个灵性家族的伙伴呢。我觉得他就是很想要帮忙你，他有可能是你的一个就是稍微年长于你的一点的这个对象，我觉得他就是很想要去告诉你，因为他已经在金钱方面，或者是说在某个领域上获得了一些成功，他看到你就很像看到以前的他一样。我觉得这边有一个这种伙伴感，然后有一种认同感，有一个就是推心置腹的感觉，对方会想要去帮助你哦，告诉你要怎么样去更大程度的达成自己的财务安全网，或者是说去赚取你能够去赚的那些金钱哦。我觉得这个能量啊，来到你们生命中的这个能量，它可能是你职场上的贵人，或者是你感情上的另外一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也有那个能量，就是你的另外一半，他会给你金钱上的一些资源或者是资助，也可能他提供的一些点子、一些意见是可以让你的工作更往上推进，然后直接的获得很多的金钱。我看见有的朋友，你们可能会跟另外一半一起储蓄，或者是一起进行一个金钱的计划，两个人都共同设立目标，然后共同在你们的这个存折中，或者说在你们的共同的这个存款中去投入金钱，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你们不是在金钱上单打独斗，会有人跟你一起，会有人协助你，会有人帮助你，然后再结合这个金币石哦，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在工作中，在生活中认识到一些人，然后对方会给你一些资源，或者是说会介绍一些朋友，介绍一些他信任的人，告诉你你当下在处理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你当下面临的金钱的这个状况哦，要怎么样去解决。另外有一些朋友，你们的好像金钱上的贵人就是你的家庭。有些朋友我觉得你的家庭背景其实是还不错的，你们的这个家庭哦，或者是说家族哦，是有一些祖产是可以去传承给你的。因为这一棵大树上真的是长的很多的金币，大家不觉得这一张牌的这个金币是非常唾手可得的吗？只要你好像稍微垫脚一下，你就可以把这张牌上的金币一个一个拔下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周遭就有这个金币的能量。有的时候这个金币并不是指的实质上的那个金钱，因为很多时候别人对着你的一个帮助他是需要去用金钱换的，可是他今天愿意免费提供你劳务，免费提供你意见，免费提供你帮助，那个也是一个实质上的这个怎么说呢？金钱能量的流动，大家可以这样想。我会觉得其实你们生命中真的有很多时候可以得到金钱能量的这个机会，只是它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个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大家真的要去发现，把它拿下来。然后有一些朋友，你们家庭的我觉得家庭的这个背景还不错，我觉得你的家庭是会给你一些支持、一些帮助的。好，那我们最后帮大家看一下感情。好，感情第二组的朋友，未来90天内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来请宇宙告诉我们。好，我们要来帮大家抽好消息，我们要来帮大家抽惊喜的转变哦。好，我们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感情。
第一张牌就是死神牌哦，女祭司，最高女祭司 ，Temperance， 好 ，Sunrise， 日出哦，好棒好棒。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啊，第二组，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关系哦，会有一个某一种意义程度的结束哦。这个结束是说呢，也许有一些朋友，你现在面临一个告别的状态，那这个告别呢，我觉得不是不好，有点像是阶段性任务完成了，两个人经历过一个不错的相处之后呢，两个人去往彼此的目标前进，而不得不的一个分离。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朋友看到的你们的告别是美好的，然后是双方都在记忆中去留下对方很好的那个印象，然后是带着祝福的，也带着一些遗憾。那这种告别也有一个日后会重新重逢的能量。那有一些朋友啊，我说的这个结束哦，如果你们是在稳定恋情的朋友，不要担心，不是说你们的感情要结束了，是说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模式，那个模式会有一些改变，会有一些调整哦。就是呢，我觉得你们好像会有一种，我如果是在稳定恋情的朋友，你会想要把有一些话说清楚，有一些特别是过去比较消极，或者说在关系中你忍耐的一些事情，但是你一直都没有说。我觉得你们有一个想要好好的去跟你身边的人去清理的那个能量哦，因为过去你们可能在生活上有一些磨合，或者是说有一些这种互相配合的地方，那因为就是日积月累下来，你可能也就是不想说，或者是说没有特别的想要去跟对方沟通。那死神牌的能量一出来啊，我就觉得说，其实你们会想要去，因为想要让这段关系往更好的方向去走，想要到下一个阶段，我觉得有些时候你会舍弃掉一些对待对方的模式，用一个新的态度去跟他沟通。同样，我觉得对方对待你的态度也是你们会在旧有的这种感情中去长出旧有的土壤中去长出新的花朵。这个是在稳定关系的朋友。那如果是单身的朋友啊，我会觉得你们在进行一些能量的转换，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还受到前任的影响，或者是说你们心中还有某一个人的这种能量存在，你还有某一个执念存在，所以我觉得你们需要做一个能量的转换，因为其实这边是有太阳的，有桃花要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只是你们接受的速度不是这么快哦，就是你们会需要进入到像最高女祭司一样，会需要进入到跟自己对话的一段时间哦。其实有的人，这个特别是单身的朋友，有人愿意进来你的生命中，有人想要给你阳光，他想要给你开心，他想要给你正能量，但是这个必须要你们自己走出去，去接收这样子的能量，去开启一个新的循环。就像死神牌，它是死而复生，它代表的结束，也代表了开始。所以呢，我觉得旧有的东西好像慢慢的瓦解了，而新的东西正一点一滴的长出来。过去啊，如果在感情上你们是被人伤害过，或是说经历了一些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从这样子的状态中走出来，破而后立。经历了这些疼痛之后啊，最终你会找到属于你的小太阳。所以有一些朋友，我看到你们真的是在处理一段藕断丝连的感情，也许是斩断一个旧有的恋情，或者斩断一个旧有的一个婚姻的状态。那
这种离开并不是不好的，因为我更多的看见是你们拥抱了新的生活，你们拥抱了新的开始。虽然心中呢，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我觉得你自己将心态转换好之后，其实你们会再有新的机会进来。那这个最高女祭司啊，她其实散发出一种智慧，然后也散发出一种这种老灵魂的感觉。同时啊，她还有一个怎么说？大家知道我们第一张牌是什么吗？记得吗？透过呼吸平息紧张哦。这张牌是满月，然后最高女祭司这张牌是新月，但是它一样有一个稍微的紧张感在。我觉得其实对于爱情，你们有一个既期待又害怕受伤的感觉。然后在过去，特别是那些经历了一些心痛、一些拉扯、撕裂的朋友啊，我觉得接下来你们谈的这个感情哦，会比较像是比较老派，但是它是慢慢来的。它会让你慢慢的去构筑安全感，慢慢的了解，慢慢的好像探寻的这样子的情感。那有一些朋友最高女祭司出现在这边，我觉得也有的朋友你们是远距的恋爱，一开始是这种柏拉图式的恋情，一开始是没有办法去见面的，或者是说比较少去见面的都有可能。但是呢，我看见对方对应到这个个性，他是一个个性比较质朴，但是内在很细腻的人哦。我觉得他会满足你某一方面的那个憧憬，因为最高女祭司，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抽到那个金币9，金星在处女，其实也呼应了，其实你们在感情上真的有你们的一个择偶的标准，能够去打动你们的人不是这么的多，所以最高女祭司的这个小太阳是谁？其实它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觉得你们在生命中，或者是说在感情中，有一些朋友，你可能是会抱持着比较随缘吧，或者是说心中很期盼一段感情，可是行动力上是比较随缘跟比较佛系的状态哦。那我看见其实跟你对应的这个感情的能量哦，对方其实会是比较积极的，而且我觉得对方他是可以给你带来心灵层面跟物质层面的一个满意，就是有点像是都能够去让你觉得安心，都能够去让你觉得舒适哦。那对方他真的是一个蛮愿意付出的人。如果说你们是比较稍微被动一点的能量，会觉得对方是一个比较热情的，那他的出现会让你有信心去跟他发展一段长期的关系。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个物质层面他可能也是一个因为太阳有一个滋养的能量，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蛮知道怎么样去获得金钱的人。就是第一个就是他有赚钱的能力，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是带财，就是本身事业运很旺，本身就是生得好，就是家庭中也是有财的。我觉得因为金钱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很困难取得的事情，或者是说我觉得在他的心目中，在他心中的那个天平他其实更重视情多一点。这个人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我觉得他在金钱上他不会特别的看重金钱，所以他呢是会愿意在感情中去付出金钱的。我觉得他比较重视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关系的连结所以对方给我的感觉是有滋养的能量，这个滋养包含了这种金钱能量上的流动，我觉得是一种会被旺起来的能量。然后这边有 Temperance， 这只兔子它是小天使，它有一个翅膀，然后手上拿着2个杯子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当下可能正在进行一个选择啦，可能在感情上就是有2个人出现，有2个桃花，你要进行一个选择，你要进行一个评判，然后要选 A 好还是要选 B 好，或者说有些朋友你们
当下已经有一个感情了，可是又出现了新的人让你心动，或者是说呢，你们当下就是单身，这两个桃花是一新一旧的来到你的生命中。那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纠结，不知道要做出什么样子的一个选项。那我看到你们真的是思索了很久，评判了很久，然后到底谁会是你的那个小太阳？谁能够去牵起你的手？谁能够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呢？我觉得要遵循你内心的那个直觉。有些朋友其实你们一直在等待一个人，那个人他就是你一直想要向他去奔跑的，你们很像是这一只在草地上奔跑的兔子。我觉得你心中是有那个模样，就是有那个理想，有那个样子出现哦。有的人，你心中的理想情人真的已经具象化，已经特定的指了某一个人，就是直指核心。那有的人我看见他还是一个模糊的影像，不过呢，最终你们都会在这个太阳底下奔跑，你们会这种很自由自在的舒展开来。你们的爱情能量会进入到一个下面的一个阶段，会往更高的一个阶梯、一个阶层走。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这个死神牌，它确实在进行变化，在进行转换的过程中，可能会让你的这个心理或者是说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状态，因为要进行转变，因为要进行转化。可是那些不舒服或者是说那些情绪上的波动好，你们不要太陷入那个里面，那些只是一个过程，那个只是一个过渡。你们坚持下去，或者是说你们打破了某一个状态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到达你们的阳光。那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会跟一个旧有的人重新的连接起来。这个重新的连接不是复合，重新的连接就是两个新的能量，好像重新的开始，重新的认识，然后很自由自在的，有一点像是一笑泯恩仇，可以去谈论过去，已经没有心结了，已经没有纠结的感觉。这一组牌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在感情上我觉得对应到的讯息比较多，大家就去截取，因为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大家就去截取有对应到你们的部分。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整体看下来，你们的感情能量真的是比较旺一点，你们比第一组旺，但是就事业来讲我觉得你们会缓步成长但是我觉得这一组感情的能量跟感情的讯息很多，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好，最后我们再来帮第二组的朋友加码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最后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来帮你们抽牌。这一张牌是 confidence 信心， It comes with time and practice。他说你在等待的事物需要时间，也需要去这个实践，就是需要时间去显化出来，它是需要时间跟执行，然后慢慢的就会看到你所想要的结果。这张牌大家看到的是好像一个女孩子，她在公车上，然后感觉像有一点紧张的望着窗外，她戴着眼镜，然后梳着这个头发，看起来应该不是要去约会，而是我觉得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流浪，或是说她在等待一个什么样子的消息。然后窗外其实有一个这种日落的感觉她的袋子上这边有一支宝剑我觉得这张牌的意象让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过去好像是一个比较能量紧缩的状态，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我觉得
你们比较容易有自我批判的心态或自我否定的心态哦。而且我觉得你们也会表现在这个姿态上，是一个就是身体的姿态，这种身体的语言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自信，不自觉的流露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因为这些紧张，你们好像心中会有一个宝剑想要去防卫，但是这张牌更大的意义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你们身边有很多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看起来很有自信的那些人，不管是这种 YouTube 又网红还是其他你看到的身边的人，他们看起来很有自信，可是更多的是你其实不了解真实的他，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假象，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哦。他们去经营的那个方式，你跟他们去比较去对照之后，可能会觉得你的现况好像就是很普通很一般很朴素，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宇宙告诉你，你要去倾听你自己的声音，发现你真实的价值以及你内在真实的智慧。这个自信它不是一触可及的，不是睡一晚就可以得到的，它是要一点一滴去打造，一点一滴的累积，每一天都要去给自己正向的肯定，每一天都要去关注自己，每一天都要做自己的啦啦队，在任何一件你做的这个完成的微小的成就上去肯定自己，就算这件事情你没有做好，那又怎么样呢？就是每个人都会犯错，你没有办法在一开始达成最完美的状态，那个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不用把自己跟别人比较，在某一件事情上一定会有比你做得好的人，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去否定自己跟批判自己，很多时候我觉得真实的你其实是更有自信的。很多人你看起来他好像很光鲜亮丽，或者是说好像很自带光芒，其实不见得是你理解的，真实的他们不见得是你理解的那个样子，也许那个只是他营造的一个人设。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们要降低心中的焦虑跟紧张，因为有好多的牌都显示你们是一群比较容易紧张的朋友。那很多时候这个紧张是外界给你们感受到外界的压力而产生的这个紧张，可是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棒的一群人，我觉得你们是很质朴很善良的灵魂，你们内在有很多的智慧，你可能都放在这个红色的包包里，其实你可以拿出来，你们是有非常多的智慧武器，或者是说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好，不要再焦虑了，我觉得你们值得给自己足够的自信。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未来90天内会有什么样子惊喜的转变发生在你们的生命中呢？那我们今天呢，会从生活、学业、事业、财富、感情这4个面向帮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抽出这个神圣的森林神谕卡，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一个整体的能量哦。好，第三组的朋友，整体的能量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呢？我们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抽到的是魔术师的剑相信，对你们的魔法要有自信。好，我们再来帮大家抽出第二份神谕卡，这个萨满的梦境哦。我们抽完之后，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哦。好，我们请宇宙告诉我们有关于第三组的朋友们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哦。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这个森林中的寺庙哦，它是有一个这种启发的意味在。我觉得这两张牌很厉害耶，就是你们的整体能量啊开出来，偷偷的告诉你们，我觉得你们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上是全方位的一个好，因为你们第一张就是魔术师的剑哦，我觉得这个能量是有一点压住第一组，压过第一组跟第二组的，你们的能量很厉害。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魔术师的剑这张牌要告诉我们的是，你要对你的魔法产生信心哦。我看到的是，接下来没有什么东西会去阻挡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束缚你。当大家相信你心中其实是有一个剑的，这支剑哇，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哦，而且还有一些烟雾缭绕。我觉得你们要去相信你心中的这把剑，这个信念，然后用这个魔术师的剑的力量啊，去斩断一些阻挡你、诱惑你，或者是说在你通往你渴望的那个目标的道路上阻碍你的东西。大家要知道，这个剑啊，它不是一个武器，它不是用来伤人的，相反的，它是一个工具，所以宇宙也要提醒你，你要明确的使用这一把剑，然后是为了你更大、更高层次的一个利益。你要在生命中去看见那些卡住你的东西，不管它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事物，或者是说一个情绪等等的，你用这把剑去施展魔法，把那些卡住你的东西、负能量通通清除掉。当你相信宇宙给你的这个力量，当你相信你自己内在拥有强大的天赋的时候呢，其实这把剑它的能量就会开始转动，它就会被你唤醒。所以这一张牌要告诉我们，往内看哦，使用你心中的这个力量来切断一些不必要的会阻碍你达成梦想的那些人事物，或者是说一些不必要的连结。然后这一把剑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有关于行动力的时候，有关于就是不是做而言，不是坐在那边空谈梦想，而是起身去行动哦，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果断行动。这把剑呢，它是一个动态的，你可以去怎么说？你可以去获得这把剑，然后去就是把它用任何的角度、任何的方向去摆你所想要看见这把剑所呈现的姿态。所以这把剑拿在你手上，你们其实可以去做各种不同的运用。你可以去作为自我的防护，你也可以去斩断不必要的东西，你也可以去往前冲。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魔法的一张牌，就是你们是一个魔术师，而且你们手中有一个工具，是一把剑，你可以完完全全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属于你自己想要的一些计划安排等等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过去你就是想要做什么，但是被卡住了，或是被别人说不可能，种种的。我觉得现在你们不要害怕，魔术师的力量产生了。接下来呢，我们这一张森林中的寺庙，然后它是一个启蒙的感觉哦。这张牌非常的漂亮，就是它是一个人沿着一条蜿蜒小径慢慢的走，然后听到这个森林中有一些声音，他听着这些精灵的声音指引的时候，哇，在这个森林的中间有一座很神圣的这个庙宇映入到眼前。那这个是一个能够震动人心的一个庙宇。我觉得你们的内心有什么东西正在产生变化，虽然外界看起来就是说你的人外在看起来一切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心里知道有一些东西它确确实实不同了。你们内在是有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光的这个爱的能量正在增强。我看见的是，我觉得你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正在加深，正在改变。你们越来越看事情越来越通透，你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看见各个情况，而且它会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出一种扩展的能量。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可以有点像是
超越时空来看待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以及他人所处的这个的那个环境，你们打破了一些有限的限制。我觉得你们这种对于内心啊一些坚定的信念，其实可以让你去迎来更大的光、更大的喜悦，以及你可以跟宇宙做直接的一个连接哦。我看到的是你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很多美好的机会，只要你愿意去释放那一些有限的观点，有的时候可能是请你们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啊，你的生活是一个扩张开来的感觉，你们的内在哦，对于这个生命的实相的那种体认，它会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直觉力跟一个治愈的能力，光进入到你的生命中，然后你有所启迪，你会感觉到你们的内在变得轻松了。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跟灵性的这个连接越来越加深哦。很多时候就是在一个刹那之间，我看见你们对于事物的理解突然就是顺了起来，以前想不明白的事情，突然就能够去想明白。而且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很容易去接收到一些来自宇宙的讯息，或是你们会看到一些天使的数字。那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它是一个慢慢酝酿的，你们会慢慢的去打开你灵性的开关，跟高维度的、跟高频率的能量连接。那这个神圣的寺庙，我觉得也代表说你的祖先跟你的指导灵，他会给你一些提示，让你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你可以去看见你内在那个神圣的智慧，而且我觉得这个智慧啊，本身就是存在你身上的。你不是去好像去培养它，而是它本来就在，你只是去把它重新的那个灰尘拿掉，重新的拿出来哦。那我觉得这一张牌也代表说，你们正在经历一个蜕变。刚刚说过，你们转换了你们看事情的一个视角之后呢，我觉得你们会在你们的生活里重新的去对一些人事物做评价。然后在这一段时间啊，这张牌中它是只有一个人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有点像是在这样子神圣的森林中，你们一个自己跟自己独处，还有自己跟这种神圣的高我连接的那个时刻是非常安静的。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很需要一段安静的时光，在这一段安静的时光中，你们就很像是一个海绵一样，你们会去吸收来自宇宙的光跟爱。我觉得在这样子能量的转换的过程中，你们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比较沉潜的，然后特别是你们会用你们的直觉，你们会用你们的这种灵性去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世界。你们可以去通过灵魂的体认，或者是说灵魂的觉知，更好的去建构、去构筑你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中。所以我觉得未来90天内，你们整体的能量啊，是一个很舒服、很和谐的能量。你们去达到你目标的那个路径啊，你会觉得走起来很轻松。你会用一个比较简单顺流的方式去到达你想要的那个状态，不管那个状态是生活、学业、财富或者是感情，我觉得你们会找到方法到达那个彼岸，而且是一个舒服的，你不需要去抗争，或甚至不需要很努力去好像去搏斗才可以达到。我看见你们的灵魂是有非常多的光跟爱，而且你们内在是有智慧的。一旦这个智慧启动的时候，我觉得你们的生活其实是可以活着非常的舒适，非常的自在，甚至是非常的轻盈，非常的自由，不受限制的感觉。所以第三组的朋友真的觉得你们的能量是一个很丰盛的能量，这个丰盛更多的是心灵上的一个满足感。我觉得你们在心灵上会觉得是舒服的，是满足于当下的，然后你们可以用你们的魔术师的剑去显化出一些五彩缤纷的事物来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期待，而且会有一些
令你意想不到，就是比你期待当中更好，或者是说更不一样的人事物进入到你的生命中。也许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或者是一个很新的这种合作机会，或者是说好在学业上你被一个很好的学校录取了，然后这个是一个你好像梦想中理想中的学校。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大胆的去跨越去走你的那个路不要被周遭的人事物所限制，这个是你们的能量，非常非常的棒哦。好，接下来帮大家看一下有关于生活面的，来帮大家抽一下塔罗牌第3组的朋友，在生活上有什么样子值得期待的惊喜降临呢？好，我们第一张牌是宝剑十，这边有2张牌，国王牌还有金币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金币3，钱钱的感觉。好，钱钱。哇，我们国王跟皇后都出现了，厉害厉害。好，我们第一张牌是宝剑10。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可能刚刚经历过灵魂的暗夜，或者是说前一阵子你们度过了一个比较心痛撕裂这种人生中的暴风雨的时光那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这个宝剑它已经不再去好像去刺或者是去割这个木桩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已经过去了。那黎明将要来到。我们第2张牌是国王牌、皇帝牌，它也有代表的是一个秩序的感觉，因为这张牌是在花园中，然后在这个花圃中，每一张应该说每一排的花朵，大家都看到排得很整齐，对不对？所以我看见第一个是，我觉得你们的人生中将会迎来一次很大的成功刚刚说过，你们会就是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去改变一些你看事情的认知，以及看待这个人事物的那个看法那个角度。所以我觉得你们调整了你的看法之后，很多时候呢，你在人生在生命中对于一些优先顺序吧，会重新做一个排序。那也许有些朋友，你们之前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视金钱，那你们现在呢，可能会把家人或是健康等等的排在第一位，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你们过去都是比较奉献付出型的现在你们会想要把自己排在第一位。我看到的是你们在优先顺序上，你们会重新做一个调整，这是源自于你们刚刚那个森林中的那个神圣的力量给你们的那个启蒙，然后你会想要更去跟现在的灵魂能量去对齐去校准。所以我觉得在你们重新排你人生中的优先顺序，以及要花什么样子比较多的资源跟时间用在某一个事物上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你们其实是透过这样重新排序、重新资源的分配之后呢，这个就是金币1这个种子的力量。我看见你们正在酝酿一个很强大的生命力，或者是说一次下一次这种破土而出的重新展现自己魅力的一个时刻，还有金币的时刻。我觉得这个魅力跟金币是密不可分的，有点像是因为你们开的这么美，很多人就是想要给你们钱，很多人想要给你掌声。我看见你们就是有一种这个种子它是有翅膀的，你们很像是代表很多新的机会。我觉得很多的新的事物、人事物，很多的机会蜂拥而来，涌到你们的生命中，然后你们就是有翅膀，你们就像是毛毛虫蜕变成蝴蝶一样，那些不好的东西，或是说旧有的东西已经蜕变了，你们有翅膀，再加上前面那个魔术师的剑，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自由的，可以去做你们想做的事情，去抓住这些机会，
去往人生新的那个下一个章节去走。你们的生命中有非常多值得期待的事情哦。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还看到一个能量是，我觉得你们好像是在过往的生命中，因为我们第一张牌就是宝剑四，我觉得你们啊是有一点点辛苦的。这个辛苦啊，好像常常会让你觉得说，你下一次不要再重蹈覆辙了。可是呢，你好像又会遭遇到同样的一个循环哦。事实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的个性很善良哦。那我觉得你们这个善良，并不是说你今天要选择我当一个善良的人，这个是没有办法选择，因为你们就是善良啊。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个性上比较你不会真的去害人，或者说你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做一些就是违法或违背道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你们的内在，你们的灵魂是一个很真诚善良的人。即使你们被爱人背叛，或者说在人际上被一些朋友背叛，你们可能会告诉自己说，好，下一次不要再这么轻易的相信人，不要再这么轻易的去帮助人。可是在下一次，你们好像又去相信人，或者说又去心软了。因此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你们的个性，你们没有办法选择不善良。那因为宝剑十啊，我看到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你周遭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珍惜，或者说可以去接住你的这些善良，你的真心。对，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事情让你们过得比较辛苦，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能量有一点让人心疼，特别是你们即使受伤之后还是没有办法选择不善良。但是呢，要跟大家说，未来90天内，我觉得你们不再有被伤害或者是说被欺骗的这种能量是没有的。我觉得你们有一种让我觉得你们会回到一个比较初始、比较童真的状态去看待你的人生。大家看到金币三这张牌，它有三个大树，然后在土壤底下，它们的树根是盘根错节，是互相牵连的。所以从金币1到金币3，我看见你们种下的种子已经变成了参天大树，而且它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的深，是非常非常的不易动摇哦。有的时候你们已经建立这个根基之后，我觉得你们内在对自己的信心哦，其实会很稳固，不再会受外界的人事物所动摇。那也因此啊，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可以去抵御外物，你们的能量哦是可以往上，就是像树一样一直往上生长，长到一个大家没有，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个高度，是可以被期待的。好，这都是因为你们先前种下了这3个金币的种子，所以这个是你们先前的一个努力之后啊，酝酿发展成的破土而出的那个状态。那另外啊，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很漂亮，这个皇后的能量哦，在皇后的这个花园中，它和国王不一样，国王就是这个红色的花，但是皇后的这个花园很漂亮诶，有鸟，然后还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姿态的花朵在这边就是在这边随风飘逸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啊很美，你们的能量很美，而且我觉得有一种很年轻的能量，就是不管听到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几岁，我觉得你们在能量上是非常年轻，而且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能量哦。你们很适合在生活上去接触一些跟美跟艺术有关的东西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可以去学习画画，或者是说这种舞蹈，或者是说你可以去接触大自然，接触手作，或者是说你们喜欢做一些这种影音的创作，或者是说唱歌等等的我觉得你们其实有能量去展现美，你们有能量去营造美，是一个很舒服很有气质的
外在给我的感觉，你们就是好像怎么说呢，在未来啊90天哦，我觉得好像你们有一个就是在外在真的是非常有魅力，非常的吸引人哦，好像很多人看见你们就是会心动哦，你们在外在会把自己打理的蛮好的，然后我们国王跟皇后牌的能量都同时出现了，非常非常的厉害。你们好像会很容易的去影响到、去打动到周遭的人，甚至是在你无意间，你说了什么话，你贴了什么照片，或者是说你给人家点个赞、留个言，人家就是很心动、想很多等等。而且我觉得你们这种举手投足之间不经意的散发出的吸引力是非常强大的，因为你们的气质非常的美，就像这个漂亮的花园一样。引人入胜，还有我觉得更多的是你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你们表达出来的那个能量哦，也许是文字啊，或者是艺术，或者是说你们的姿态等等的，让很多人想要去寻幽访胜，一探究竟哦。我觉得有这样子的生活上有这样子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各方面的美啊，你的绘画，或是说你在姿态上的美，有一些朋友你们也可以通过冥想去看见你内在的美，然后你们不用特别去吸引人，别人就会被你们的能量所吸引。国王跟皇后非常强大的能量耶，好棒哦！好，生活上讲完了之后呢，要帮大家看一下事业跟学业的部分。好。那我们来帮大家抽一下第3组的朋友，未来90天内，我们在事业学业上，宇宙要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讯息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张牌是隐士牌，事业学业，好，隐士牌。第2张牌是星星牌，第3张牌是权杖2，第4张牌是金币8。好，最高女祭司。好，来看一下这5张牌的能量哦。首先呢，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你们这组的牌跟那种知识啊、智慧蛮有关系的哦。好。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你们可能很喜欢去想一些哲理，想一些生命的事情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在从事跟人的这种心灵相关的、灵性相关的，或者说咨商的工作，或者说你们对这些的这样子的知识是非常有兴趣的。心理学啊，或者是说了解人与人之间怎么互动，或者是说了解别人的想法等等，我觉得你们会有想要去钻研这些知识的感觉，或者是关于灵性上的一些知识哦。那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啊，看起来如果你们还在念书的话呢，比如说还在读研究所，还在读博士，或者是说你们是出了社会之后呢，自己再去进修，再去深造，学习一些赚钱的斜杠的知识等等。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学习方面啊，会取得很棒、很不错的消息。这边有一个星星牌，如果你是在准备证照、准备考试的话，我觉得你们会得到这一方面的好消息。那如果你本身呢是在研究某一个知识领域兴趣的话，或者是说你在磨练你的技能，你在做你的斜杠事业，你在开启你的自媒体等等的，我觉得它会取得一个里程碑跟进展。这个进展让我看到的是缓步突破，而且这个突破啊，是可以让你看到长远的未来的，就是前方会有路可以走。就像这个兔子一样，它抬头看着最大颗的这个天狼星，它看见宇宙的丰盛。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走在这个事业，在学业，或者说在你们的兴趣，在你们的斜杠上，你们会发现你们走的这一条路哦，你们会取得这种巨大的成就。这个巨大的成就
很可能不是立即的拿到，而是你们会看见你的远方就有像这么大颗的星星在前方，你会慢慢的去摸清楚你要如何去达到你最后那个巨大成就的目标。那我觉得那个路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你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你们可以预见未来那个最大的一个成功哦。那另外啊，这边有一个权杖二，权杖二让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看这只兔子它是在抱着一个地球，我看到的是你们学的这个事业学业啊，也许你们会有一些海外学习、留学、游学的机会，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去海外出差，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工作上啊是需要用到不同的语言，或是需要去查找一些资料，是有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那个讯息。这张牌让我看到跟海外、跟不同国家有关的这种能量哦。那这样子的能量，如果你们在从事相关的这样子的事业，或者是说学习是跟不同的语言文化相关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象征，蛮好的一张牌，因为配合了前面这个星星牌心想事成的能量。我看见你们的生命中啊，会有一个很巨大的美好的能量来临。那这个美好的能量，它会先满足于你的心灵，再满足物质上。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会在心灵上，先有一种感恩的心情，就是感恩这个宇宙给我的一切，恰恰好是我需要的。然后接下来呢，会迎来一次物质上的一个丰盛哦。权杖二也有代表说你们的内在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状态，没有人会逼你做决定。权杖二它就是这只兔子，它在两根权杖之间，它有点像处在一个中立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你们未来啊，就是90天的这个时间，这一段期间是不会感到压迫的，你可以去安然自在的待在你所处的位置，你不会在学业或事业上受到什么样子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基础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更多的是我会看见你们内在会非常的平和。假设过去你们的生活比较是这种好像摸不着头绪，或者是觉得很迷茫，觉得好像一团乱等等的，很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目标，或者是说一直爬起来又跌倒。那我觉得接下来啊，其实宇宙要给你们的礼物就是，我觉得你们在心境上，在这个学业跟事业，就是外在的这些你需要去学习，你需要去赚取金钱的那些地方啊，你们是可以觉得很平和、很美好，你不会感受到很多的压迫。那大家可以去期待这样子的能量。另外就是我看见了金币八，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去钻研，去投入在你们所喜欢的事业、学业，或是说某一个知识上。我看见你们蛮享受你们在从事的这个事情，然后你们也有一些按部就班的计划，这些计划它会有一个好的开展、好的开始以及好的发展。我看见你在投入的这些东西，它是可以使你快乐的，而且透过你们每天持续不断的进行，它会有源源不绝的一个产出，而且不久之后你就会你现在所做的那些事情，它是可以去建立很好的基础，达到很好的结果。所以不管你们是进入到一个新的任务，或者是说要跟别人合作什么项目，或者是说自己创一个小小的自媒体、小小的副业，或者是说在学业上你们要取得什么样子的一个成就，我觉得你们不需要去多想，你们只要一步一步的去体验它，或者是说你可以去享受这样子学习的过程，最后呢都会得到成功。然后我们还有最高女祭司哦，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因为最高女祭司它也是一个跟隐士牌一样，都是有一个自我对话的能量哦，就是比较自我探究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啊，抽到第3组的，你们本身就是对于这种好像神秘的知识、灵性啊
非常的有兴趣吧，我觉得你们会去钻研这样子的东西。那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是比较静态的，比较喜欢阅读，也有这样子的能量哦。那我看到的是你们可能有一些朋友你们走的是一条比较小众的路，就是你们有一些兴趣是比较小众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好像你在研究的这个领域啊，别人不是这么的了解，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事业跟学业上会有一种比较孤独的感觉，因为其实很多人不懂的，你可能会觉得你现在真心所想要做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被理解，或是很难找到跟你说着相同语言的人。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其实宇宙是理解你们想要做的事情的，你们可以去跟你的指导灵跟我的高我做连接。我看到你们虽然这一组牌是在讲事业跟学业，可是我觉得我看到更多的是很多人的灵性跟事业学业是有相牵连的，你们很多时候会在灵性上有一个突破，那它也会影响到你们事业跟学业的发展，就好像你们背后受到你们关注的，就是你们背后会受到宇宙的支持。那你们在从事你的行业，你在从事你的学习的时候，就好像突然的灵光一闪，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森林中的寺庙一开始帮你们抽的那个神谕卡，很多时候你就像是突然开了窍一样，你们就有那个一开始说的嘛，魔术师的剑，你们就是有魔法。以前你们还不相信你们自己有这样子的能量，可是现在突然就是很多的好运到来。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你们也许会觉得我以前就是要努力到10，我才可以刚刚好得到10个金币或10个苹果，但是我看见有的时候呢，你们可能付出了2分或是说5分的努力之后，很多时候是那个运势把你带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位置哦。很多时候你们不会在这种默默的孤独的进行，因为你们有那个好运，你们有这个运势带来很多人。如果你们是想要被看见的，我觉得你们会被看见，你们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埋头苦干的那个过程，你们之前经历的那个过程，它已经要开花结果了。而且你们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不管呢你是受薪阶级，你是在上班替别人工作，或者是说你是自己创业，我都觉得你们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执行力的一群人。你们可以去组织自己的团队，或者是说你们可以在公司工作中跟别人合作的很好，去实现、去进行你所想要组建的那个学业或事业，你们是可以成功的。所以你们要相信你们自己。你们之前呢，真的是经历了某一段这种比较沉潜的时期，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在等待一个结果，有点像是我投入了很多心血在研究，然后在寒窗苦读，然后我大量的重复。你看金币8嘛，它是每一天都日以夜继的在刻画这个金币，我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去达到一个成果。有一些朋友看见你们真的是在生活中，因为投入了很多，然后还没有看到那个成果，或是你们会觉得你的付出跟你的报酬不对等，而产生心理上有一些比较心累的感觉。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们说，宇宙最后会给你一个内心真心想要的结果，因为它是最高女祭司，它跟你们的心有关。不一定是外人觉得应该要拿到什么样的东西，而是你们真心、你们的直觉力，你们的内在真的想要去得到什么。我觉得你们是有对于外在的人事物有一个特别的敏感度。
你们要有信心，你们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你们也要对自己跟宇宙有耐心哦。你们其实是有很好的直觉力的，不管你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或者说现在已经在做什么，请你好好的善用你的直觉。我觉得你们现在是在走正确的路，也就是说你过去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你们会看到，你们会得到你们应有的一个成果。那另外啊，宇宙也想要告诉大家，请大家去做你真心喜欢的事情哦，因为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如果你们过去一直都是为了生计，然后在一间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的公司，或者是说在某一个状态的话，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你真的要去倾听你的内心哦。你们刚刚说过，你们在那个生活那边，你们有抽到国王跟皇后，所以我觉得你们整体的能量是很强的。只是说在事业学业这边，有的时候你们会比较把自己好像往后退一步吧。但我觉得其实你们可以大胆的去做，大胆的去做你真心想做的事情，你会有属于你自己的一片天空的。只要你好好的跟你的这个专业、你的知识以及你的这个天赋做连结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的事业跟学业真的会非常的顺利哦。你们会有很好的能量，你们身上的好能量会吸引到更多的一个贵人来到你们的生命中。特别是这一组的朋友，特别是如果你们是在做这种艺术创作方面，或者是说灵性沟通哦，或者是一些这种植物嘛、治疗大自然相关的，我觉得你们所做的这些东西，你们的成果、你们的作品，会有很就是有一种敞开的感觉，会好像被世界各地的人看见，地球在这边呢。我觉得你们会有机会被推播，或者说推展到很多人会看见你，很多人会跟你连结，而且我觉得他会看到你们内在的那个智慧，你们的美，我觉得你们的光环是往外放的。这段时间呢，请你们放松的去做，顺流的去做，好好的去经营，好好的去思索你真心所想要的事情，真心所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并且很真心的投入去经营，你们会得到很好的成果，而且你们的这个投入会吸引到贵人来到你们的生命中。那另外啊，就是如果你们有一些出差旅行，有一些移动的话，其实是好的，对于你们的这个事业运、学业运都是好的。那我觉得如果你们是比较，如果你们有办法的话，我觉得给自己一段时间，就是安静的跟自己独处，一个跟自己独处的时间跟空间，那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你们可以去想一想你的工作环境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环境，是不是适合你的呢？或者是说你回到家之后，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让你去发想，可以去让你去休息呢？那我们接下来会讲财富，其实财富啊是跟事业、学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刚刚说过你们好好的去投入你们所想要做的事情哦，你们的作品啊，我觉得它是会被扩散开来，那你们身上的这个金钱能量啊，也会去随着你们事业学业的建立合作啊，我觉得你们的金钱能量、财富能量也是可以去期待的。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呢，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有任何灵感，或者是说有任何想要表达的，你们都可以不吝啬的去把它说出来，把它显化出来，表达出来。你可以让大家去看见你的智慧、你的文字、你的声音，还有你的美丽。我觉得你们的这种能量哦，去跟别人连接，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机会。你一定会得到属于怎么说呢？你一定会得到属于你的粉丝，或者说属于你的贵人，你会得到一群真心关注你的人。那我觉得大家不要害怕，宇宙鼓励你们勇敢的踏出去，勇敢的去尝试。好，这个是有关于事业学业的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钱的部分好吗？
钱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来，就给我们第3组的讯息是什么呢？有关于钱钱、财富。好，我们会暴富吗？或者是我们会有什么样子财富的能量降临到第3组的生命中呢？期待一下。好，钱钱，金币2，恋人牌。哦，最高女祭司又出现了。好，哇哦，是美食。魔术师太厉害了。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财富、钱钱跟事业还有感情全部都是联动。刚刚说过，你们就是全方位的运势被提升起来的感觉。好，我觉得你们的钱钱啊，比较不像是这种中乐透，更多的是跟别人好像互动跟合作而来的。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就是去跟别人合作，或者是说，你会有机会去，开启一个新的项目，或者是说学业上你的这个努力会得到肯定，可能会得到奖学金等等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动起来之后。财富也会源源不绝，有一种持续的流入的感觉。那我们这边呢，出现了恋人牌。那恋人牌啊，它在占星学上中对应的是双子座，所以呢，它也代表的是一个双方的沟通，或者是说双方的对立。所以看到恋人牌啊，我觉得它也是就是跟一个互动、跟沟通、跟选择有关。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财富上其实跟你们的选择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你们如果选对了一个，真的是选到了一个对的道路，那个财富是可以比较轻松的累积哦。就是我觉得看起来你们的财富、你们的金钱，其实选择是比努力重要的。努力当然很重要，可是我觉得选择对的道路更加的重要。还有这边就是要跟别人、要跟周遭的人好好的沟通，或者是说你要怀着善意跟人家沟通，而不是去竞争，就是说你输我赢。有的时候在沟通中让对方觉得他赢，但事实上是你赢，就是让怎么说呢，在说服对方的时候呢，不要让对方觉得你是你是比较优胜的，然后他是被你说服的。相反的，就是让对方觉得他好像是胜利了，其实你们才是背后真正的去掌握这个话题、引导这个话题的关键。所以我在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比较有技巧的沟通，你们会去循循善诱，让对方去掉入你的陷阱啊，或者是去达成你想要的结果，可是对方却以为那个是他自己去做的一个选择。那恋人牌出现在这边呢，也代表了你们的生命中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跟财富有关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说呢2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有的朋友看见你们的恋人跟财富是息息相关，你们可能在2个人之间做选择，就是说呢你们在选择你们的伴侣上会影响到你未来的生活形态。选择了 A 可能是过某种生活，选择 B 是另外一种生活。所以我看到你们的这个感情上的选择是跟你们的财富有点相关的。另外一种就是刚刚说过，你们自己生活状态的选择，你要过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要怎么样子的花费，怎么样子的开销，它也会跟你的财富息息相关。那这边告诉大家的是说呢，宇宙想要告诉大家，不要流于表面，不要执着于表面的利益，应该要去思考你真心所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因为恋人牌它是一个大牌，有的时候面临一个人生重要的转捩点，那个选择其实会影响你未来的好像好几年，甚至是好几十年的这个财富的一个累积哦。那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最高女祭司哦。
财富在这边呢，对应到的是处女座的这个女祭司牌哦，非常的棒，因为你们有冷静跟智慧。刚刚说过，恋人牌代表一个选择，可是选择的时候有人会不知道怎么选，但是呢，很棒哦。女祭司牌带给我们冷静跟智慧，你们可以将各种情况都纳入考量，并且去分析利弊得失跟优点等等。我觉得这张牌代表其实你们有强大的反思跟反省的能力哦，所以你们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做出对你自己人生有利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带来往后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那个财富，非常的棒，非常的重要。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圣杯十跟魔术师，所以我觉得这一组啊，你们就是魔术师嘛，我们开一排就抽到魔术师的剑，你们的生命中真的是有很多的机会，这个机会跟物质的丰盛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你们会显化出各式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你们生活中可能会有人给你一笔钱作为感谢，或者是说呢，你在网站上知道了什么样子的方法，它是可以比较，就是你要买一个东西，你可能透过比价或是什么网站，就是你可以用比较少的钱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那更多的是我看见你们在这个职位上啊，有升职加薪，或者是说很大一笔奖金的流入哦，我觉得宇宙会想要给你很多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啊是一个新的，是一个你要去走出去才能够拿到的。因为魔术师他在旅途中才会去显化他的魔法哦，他可以把这4个元素金币、圣杯、宝剑、权杖幻化出一个无限大的可能。那中间你们真的是要走出去。我看到的是你们会得到一些机会，或者说一些承诺，这个东西会让你得到，或者说可以让你稳固你现在的一个财务的状况。而且这个财务并不是单单只有刚刚说过未来的90天，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影响，有点像是你现在拿到了这个案子可以让你跟这个人合作之后，就是会源源不绝的有新的案子进来，或者说你进入了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你可以预期接下来的几年、几十年，你的这个升圈的管道是顺畅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金钱模式的建立，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你们在这个学业上进入了一间很不错的学校，这个学校你出来之后啊，就是这个品质的保证，它是可以，它这个校名是很响亮的，是很优质的，它可以让你在工作上基本上就是可以比较如鱼得水，你可以去预期啦，可见的一些财富。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过去的那些投入，过去的那些辛苦都会获得回报。你们在等待的东西会获得好消息，你们真的是魔术师，你们就是有办法去显化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你们前面又是圣杯十，我觉得哇，真的是有一种好像你等待很久很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而且你们的这个长远的目标，它是可以慢慢的被实现，而且它实现之后啊，圣杯十，我觉得它不止影响你获得的这个财富，不止影响你，还可能影响到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是说你未来的家人。如果你们想要有自己的家，或者说现在已经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小孩的话，我觉得你们从财富中获得的这个能量它的这个路径会可以去帮助你，或者说帮助你身边的家人达到圣杯十这样的状态，它是一个很好很稳的一个模式这也是因为你们之前呢在工作上、在学业上、在事业上有去思索，或者是说有去付出，所以你们最后才会得到这样子一个巨大的成就跟巨大的丰盛。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不用怀疑的，因为我觉得第三组你们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脑袋是很聪明的，或者说你们的那个智慧是很高的。有些朋友是我觉得你们跟别人沟通的方法是很高明，或者是说你特别的 EQ 很高，
那有的人是这种 AU， 就是逆境的这个智慧，就是我觉得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特色特长哦。有的人真的是好会念书哦，就是刚刚有抽到那个隐士牌，就是从小到大都是别人眼中的那个第一名啊，很棒的，就是人家要看齐的对象。那有的朋友你们可能在学业上没有这么的强，可是我觉得你们在人际相处上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你有很多朋友，你容易结缘，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财富。那有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能够去提供给人家情绪价值，你能够去跟别人做很好的沟通，不论是哪一种，它都是一个都是一个智慧，都是一个别人会去钦佩你，或者说别人会去仰望你的一个能力。因为你的这些能力，我觉得你们会取得财富，会取得物质上很大很大的一个机会，很大很大的一个成就哦。我看到的这边就是一个比较无忧无虑的一个状态，这个财富到现在它已经要慢慢的变成一个顺流的状态，不是我费力的去取得，或者说每天绞尽脑汁的去想我的客户在哪，然后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跟老板沟通，我的下一餐在哪。我觉得这边呢，圣杯十跟魔术师的能量给我感觉非常的无忧无虑，非常的自在，而且你们会对本身的财务的状态、钱的状态、金币的状态感到完全的满足哦。我觉得它是一个你们会满足于你财富流动的一个能量。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帮大家看一下最后的感情的部分咯，看一下感情。好，帮大家抽一下牌卡，第三组的朋友感情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呢？好，来看一下哦。哇哦，圣杯的守护者，主教，你们抽到很多跟灵性有关的牌耶 ，Elder of Cups， 好，世界哦，很棒。看一下太阳，哇哦，很舒服的能量。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好像跟新的人做连接，特别是单身的朋友。那有一些朋友，如果你现在是有伴侣，但是你的伴侣你觉得没有很稳定，或者说你们有一种濒临分手，如果是就是不是很稳定的关系的状态中，我觉得也会有新的鱼，或者说新的人好要靠近你，靠近这个杯子中的莲花。而且我看见的是他会小心翼翼的对待你，会很珍惜的对待你，你们初相遇的时候是很美的。我看到的是在感情中有一些新的能量，有一些新的这个希望出现。那如果是在稳定恋情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期待的应该不是新的人，而是我觉得你的这一段感情它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跟新的质量哦。就算你们过去沟通有问题，或是在相处上你觉得还有需要磨合的，我觉得它会透过调整越来越好，越来越顺畅，有点像是你们两个重新的连接，重新的面对彼此哦。那我们这边呢还有这个5号的这个教皇牌。好，如果是稳定关系的朋友啊，然后教皇牌它有一个神圣的意思，它代表的是一个婚姻关系，一个契约关系的来到，它有这样子的预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是在爱情长跑或是稳定关系的朋友，这张牌的出现其实有结婚的意思哦。或者是有些朋友你们是不是刚刚结婚，刚刚新婚，也有这样子的可能。那我觉得这一张牌啊，如果你跟你的伴侣是有共同信仰的话，或者是说你们现在正在连接的那个情感对象是跟你有共同信仰的话，我觉得它会大大的去推进你们的感情的连接哦。那我看见的是，其实在感情中啊，你们还是可以去秉持你们内心的良知、内心的原则，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你们在寻找伴侣的时候，不要去降低你的标准，
或者说不要因为觉得时间到了，我应该要有对象，应该要结婚了，怎么样子，我就去好像宁滥勿缺嘛，就我去随便抓一个，然后进入关系中，就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觉得其实不用这样想，因为这边的主教牌就告诉你们说，你们会有神圣的爱，你们可以去找到一个真正跟你有灵魂对接，跟灵魂能够去读懂你灵魂的人，就是你们的感情，它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它是可以去帮助你了解自我的，你跟对方很像是一个镜像的灵魂。这张牌出现代表说，很多时候你们会遇到你们的灵魂伴侣，你跟他走下去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前提是你们要带着信念、带着自信、带着正向的态度去迎接你们的感情。这边有非常多的这种看似阻碍的那个岩石，它是一个像是巨石阵一样的东西，像是一个神坛，像是一个神殿，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爱情给我的感觉有非常纯真的那个意象在，然后还有一点这种神秘的感觉哦。我觉得你们其实内心中对于感情，特别是单身的朋友哦，你们应该有你们所要的那个理想对象的那个描绘，你们的那个清单其实是有的，你们真的可以去专注去倾听你内在的声音，有的时候不要太受一些外界的纷纷扰扰，或者是说这个世界告诉你应该要选择什么样子的伴侣，应该要在什么样子的时间好像定下来比较好。我觉得其实你们会遇到一个人，他是你未来生命中的一个长久的恋人，他还是你的精神上的一个伙伴，他是你的灵魂伴侣。你跟他相处起来，你绝对会觉得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轻松，非常的不费力。我看见你跟他是有商有量，可以去共同去讨论很多事情，你们可以去共同的去规划未来。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感情上没有那种令人心痛或者说撕裂的那种偶像剧那种高潮起伏，我觉得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能量。你们的能量是很舒服的，所以如果你们现在生命中有遇到一个人，你常常要去猜他到底爱不爱我啊，他到底喜欢我吗，或者是说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一直在等他的回应等等，我觉得很大的程度这个人应该不是你们的正缘，因为我看到的是你们在感情中那个对的人哦，他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很心累，相反的，他会让你的灵魂觉得是很自由、很神圣，然后很轻松的。你可以在你跟他的连结中更加的去展现自我，以及发挥你的创造力。你们可以去释放更多的光跟爱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太过让你烦心，太过让你担忧烦恼的那个感情，那个能量，请大家去把它释放掉好吗？请大家去把它断舍离掉好吗？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太过执着于某一个旧人的话，他可能会让你看不见你未来新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你们就很像是要去放掉手中紧握的一些东西吧。有的时候放掉并不是说完完全全的就断了联系，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可能没有办法轻易的说放手就放手，而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放手是一个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你有可能遇见新的人，第二个是你要让你现在执着的这个人，紧握的那个人，你要让他去成长，你要让他去蜕变，你要让他自己去经历他应该经历的课题，这样他才有机会真正的好像将能量更新之后回到你们的生命中。所以我觉得这边我有看到，请你们放下你们执着的能量。那当你放下了之后，你就会把一个真正的适合你的伴侣灵魂层次的可以沟通的那个人送到你们的生命中。他可能是一个新人，也可能是一个旧人。如果是一个旧人的话，他是一个经过灵魂更新、灵魂蜕变的人，再重新来到你们的生命中。然后我觉得这个 Elder of Cups 给我的是一个宝藏的感觉在感情中不管你们现在
有没有在谈恋爱，或是说你们有没有在一段关系中？我觉得其实你们很多时候啊，在现在这个状况，你们不会特别的去跟别人做比较。我看见的是你们蛮喜欢自己的感情状态，有些朋友虽然你们是单身，可是你们也蛮满意这个单身的状态，你会觉得说我自己跟自己处得很好，我并没有特别的要向外求，所以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你们虽然是单身，可是你自己也找到一个相处的模式。你虽然是单身，也许你身边有一些暧昧的人，你也享受这样子的约会，或者说你身边有一些这种肉体交流的朋友，有一些朋友你们也有这样子的能量，但是你们也是蛮满意目前的那个状态。我看到的是这样，有些朋友你们其实是想要享受一段比较没有那么负担、比较愉悦的关系哦。那不管你们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你们都可以去得到你心中的那个让你觉得很愉悦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宇宙会想要给你们的礼物，或者说给你们在感情中那个丰盛的能量，就是如果你们是想要去跟某一个人做结合，你们想要去沉浸在爱中的话，你们的缘分是很美的。我们有出现2张圣杯牌，它其实也是圣杯的国王牌跟皇后牌，其实你们已经又再一次出现，又再一次开出国王牌跟皇后牌。我必须说你们的能量是双双对对，你们的能量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啦，不管你们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哦，两情相悦的能量是有的。好，这个水跟火的能量也是有的。那我们这边呢，又伴随着这个狮子座的太阳牌，太阳牌结合了国王跟皇后，这个力量超级强的。我觉得你们会因为感情产生某一种创造性的能量，或是说创造性的自我发挥。有一些朋友，如果你是从事这种演艺表演艺术的话，我会觉得好，透过感情的，透过恋爱，透过连接，你们的这种妙思啊，或者说你们的灵感会更加的源源不绝。我觉得它有一个让我感觉非常明快的能量。当你们的感情是两情相悦的时候，很多时候它也会影响到你们整体的财富跟整体的这种事业运。那单身的朋友可以去期待新的灵魂的伙伴与你们合作，进入到你们的生命中。那重点就是你们要像这个向日葵一样，你要打开，你要让自己处于一个敞开的状态。因为我觉得你的灵魂伴侣，特别是单身的朋友，你们的灵魂伴侣其实是在寻找你们的，你们也要去转换你们的信念，让你的信念、你的思想处于一个比较明亮的一个状态哦。你们不要再去好像这个向日葵它是向着阳光的，所以你们不要再去回想过去那些伤害你的不顺利的事情啊，那些东西，那些能量都已经过去了。你们要把你的焦点重新放在新的事物上，然后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以及宇宙都要告诉你们，你们就勇敢的去爱吧，就像没有受伤的那样。因为真的很多的好的机会会涌入到你们的生命中，你们的能量要自己进行一个转换，然后转换到这种太阳跟狮子座的能量。过去的那一些卡的情绪上不顺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在感情上，你们迎来的就是开心啊、快乐的感觉。如果你想要有人陪伴的话，一定会有人陪伴。这个感情开出来不是一个孤单的状态，相反的，我觉得它是一个丰盛的状态。会有人去关心你，会有人去在意你，会有人为你的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成就，他会真心的去祝贺，真心的去恭喜，会有人去担忧你，会有人去挂念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这种合一的这个世界哦。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心态是敞开的，才有很多的新的机会会来到你们的生命中。我觉得桃花是有的，而且会有那一种很美的那个正缘，
降临到你们的生命中哦。你们出现2朵花诶，一朵是这个荷花在水面中，一朵是向日葵。好，你们在感情上已经要开出丰盛的花朵了。大家要做什么事情呢？我觉得大家就是要让自己快乐起来啊。好，你不要太好像有些朋友你真的是事业很忙吼，太忙的话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就算人家想要去靠近你，你们反而会一直拒绝人家。所以你们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有的时候给自己安排一些旅行，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让自己吃一顿好吃的这种比较高级的餐厅什么的。我觉得你们要好好的对待自己，就是说好好的犒赏自己，你们要让自己真正的开心起来，真正的快乐起来。我看见你们是有这样子的力量跟能量的，你们是那一种可以把自己经营得很好的人。你们是在感情中值得被认真对待的，那前提是你们要首先好好的认真对待自己跟爱自己。很多时候我看到世界牌，我就觉得其实可以对你们放心了，因为你们不再会去一直执着跟执念，或者是说一直去对过去的发生在你身上的世界一直没有办法放手。这张牌有代表的是一个解脱的感觉，解脱以及真正的觉醒。你们要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去走，你们要去达到你真正的一个完整，你们要去达到更大的统一，跟这个宇宙做一个更广义的一个连接。好，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啊，给我的感觉有一点就是不单单只是男女之情，有更多更高层次的意义在里面。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会去找到一个你最终的那个目标，因为世界它告诉我们的是，你们达到了心中所想要去的地方，你找到了你在这个世界上正确的位置、正确的方位，或者是说一个正确的面对的态度。我看到就是在茫茫人海中，你们终于有地方可以安放你的心了。这个不仅是指外在的，也指的是内在的。我看见你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放松，可以快乐，因为你找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家，真正属于你的位置，以及真正的一个资格、一个身份、一个爱人。我觉得你可以去享受跟宇宙的这样子的结合，跟这样子的合一。你会得到你心中所想要的那个家，你会在关系中感受到安全跟被保护。我觉得你会跟对方结合，这个结合的能量会让你们两个跟宇宙做一个更大的结合，就是说你们两个的结合之后，能量是扩张的。而且我看到你们是非常的轻盈，非常的自由。所以你们要去相信你们的内在，相信你们的灵魂，它可以去帮助你取得真正的成功。那我觉得这一组的牌，好，主教也有觉醒的能量。你们一定会放下你们过去的执着，你们一定会重新的去跟自己以及跟新的人、新的机会建立更高层次的一个连结哦。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在感情中放下一些比较细节的问题，或者是说一些像是你想要去控制的议题，控制这一段感情往什么样方向走，或是说控制对方啊，要怎么样子跟你相处的模式，以及他应该要怎么样子回复你那个时间啊等等的。我觉得你们放下这个控制之后啊，这个人他其实不会离开你，相反的，当你放下控制，你去专注于跟你自己的连接，跟宇宙的连接之后，其实那个人他反而会反向的需求你。当你放弃对他的控制，对他的需求之后，我觉得他反而会回过头来想要需求你，想要去连接你。当你们自己去开出你的花，去发展你的枝芽，然后去结出你的果之后，其实你就会去吸引到世界中各种宇宙中的正向的能量，你会去敞开你的身心灵。事实上，我觉得你们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迷人的。你们不要再去恐惧，不要再害怕去失去。其实你比你想的更加的闪耀。
然后如果是在关系中的朋友啊，你们稳定关系中的朋友，其实你们也不用太过去担忧这一段稳定的关系哦。其实你跟这个人的连接是紧密的，是合一的。你们不用去拿别人一些失败的感情例子去套在你自己的身上哦。我觉得你们其实是去可以放心的面对这一段感情，以及面对你自己的一个内在哦。你们要相信，你们跟人事物的连接是越来越紧密，是越来越能够去结合，达到一个更大的完整跟统一哦。你们要相信你自己是被爱的，被宇宙爱的。所以你们不要让旧有的观念、旧有的念头、旧有的能量把你的视野、把你的眼界所蒙蔽了。宇宙会想要送一个正确的人来到你的生命中，那你们也要适时的让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的那个能量，你去放手。当你放手，当你松开了之后，手松开了之后，我看见的是你握有的东西其实会更多。有一些朋友，如果你过去在感情中，他不尊重你，或者是说呢，他跟你的分开，他跟你的断裂，是一个没有好好的去说再见，或者是说没有好好的去真心的考虑到你的情况，是一个很任意的方式切断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这样子的感情，它究竟是一个莫可奈何，还是一个自私呢？有些朋友，你们面对这个他，确实有他的难处，可是有一些人，他确实是因为他的自私，因为他的不勇敢，而去选择一个让他自己比较轻松，但是却伤害你的方式。所以宇宙也要告诉你，请放下。如果你们有这样的状况，请放下在感情中的执着，就像向日葵一样，去看见，去张开眼睛，去接收宇宙中真正对你好的那个人事物的能量。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大家哦。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是分享，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